4条，3头。啊，对了，星儿，你也到了快出嫁的年纪了，这么荒废着可不好。我有个表侄儿，怎么，你表侄也荒废着？那可不是个事儿。我们宁王府就你这么一个嫡，你的婚事儿那可是大事儿，你可有其他心仪的男子呀？拜拜。心仪的男子没有，心仪的女子倒是。我看二姑姑你，这秀色可餐，淘气。我可是听说了，这三皇子可是要选皇妃了。我也听说，圣上要给三皇子和太子一同张罗，京城的大家闺秀啊，可全……等等，太子还没死吗？哎，我的小心肝，祸从口出啊！八头，清一色，报了，给钱。臭丫头又赢，没办法，躺赢的命呗。唉，不玩了。哎，32姑姑，明儿再来啊！就属你急，伶牙俐齿。你看，哎呀，你看，宝贝赢了这么多钱，真好。在这原书里，今年太子就会因病逝世，男主在宁王的扶持下，在第2年就顺利登上了太子之位，而男主刚被立主不久，原身就服毒自尽，太孬了吧！虽然我跟男主没有定成亲，宁王也没有像原书一样扶持男主，但如果这主角光芒太过强大，事情发展还是会照着书中的情节走下去。如果我不会清做点什么，万一再被直接赐祸，就……小姐难道还对三皇子余情未了？不行，趁着父王还没有辅佐萧许，萧许还没有当上太子，这一切都还来得及。我要回京！小姐，想哭的话就哭出来吧。当然，人在难过的时候呢，是不需要心理医生的，只需要算命先生啊。收拾行李，趁着夜色朦胧，我们回京。早知如此，不如等王爷派人来接了。淡定，你忘了我是怎么教你的？我们要偷偷的惊艳所有人，大点声。我们要偷偷的惊艳所有人。没错，不就是因为那车吗？我没事。好湿。大晚上应该看不见我吧？又来一个，主子。完了，该不会是要爆一口吧？这个人很危险。犯罪现场，看那个人的气度，必然不是什么寻常家事。我从未在乙州见过这等人物。想必是京城哪位侯府公卿家的。不过，有谁家的公子能这样悄无声息的杀人呢？不过好在对方似乎并没有想灭口的意思，就是不知道到了京城会不会有什么后患。算了，可能不止这一个后患，男女主不还等着我呢吗？主子，刚刚那女子是？那女子明明都看见了，若是寻常世家女，就算把她解决了，也不配吹灰之力，为何偏偏放过了她？你看到她身上的披风了吗？披风，是一身白貂披风吧？那女子身上的白貂披风，通体雪白，没有一丝杂色。乙州虽然富裕，但是这种高品质的白貂披风，整个乙州也找不出几件来。乙州能随便穿着这披风的世家女，恐怕也只有那一位了吧？如果是她，动了的确会很麻烦。你们说了半天，到底是谁啊？宁王的嫡女。岳西郡主，李朝唯一的异姓亲王，宁王，掌握30万兵权，镇守北疆。他有一个嫡女，如珠如宝，不会就是刚才那个女子吧？哪怕有1/1000的可能，也不能动她。她不仅是宁王的嫡女，还是他唯一的子嗣。那就留着吧，让他去麻烦别人。
听闻岳西郡主差点与萧旭成婚，却不知为何硬要退婚，躲到这益州来。那他这次回来，不会是成亲的吧？哼，这京城的水，怕是要更浑了。那才更有意思。小姐，宁王府到了。虽然只是3年不见，但毕竟不是原生，只希望宁王别发现我不是原来的女儿。希儿，老臣宁浩接女儿回家。秦王召唤，陛下有令，张胜。你果然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。从今天起，你也是我的父亲。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。父王，我过得很好。肚子都大了一圈，只剩油腻了。我油腻？我哪里油腻了？比我的幅度再大一点。这套去油操，记得每天都得跳起来啊！贫道观殿下近日气运，看来这命定之人已经出现了。几年前大师说这所谓命定之人时，我还以为我不一定能活到这命定之人出现呢。本来殿下气运加深，不听贫道妄言也无妨。只是殿下命中有此一劫，而这命定之人除了与殿下多有纠缠，最重要的能帮助殿下化去这一死劫。我从不将性命交于他人之手，他人也没有义务为我化解。我不信命运，我只信我自己。非也不是义务，而是这人与殿下有缘。缘分这种东西，捉摸不定，我还不一定能活到与这人结缘呢。灵山寺的茶还是这么苦，叨扰大师了。因果寻非天理，相识是缘至。信你愿一生荤素搭配，只求荣华富贵。宁姐姐，好久不见。玉带拜见姐姐，不日便是我与旭哥哥的成亲典礼，这些宾客请柬，还请姐姐过目。无耻！你们早不相爱，偏等着我嫁给他，你们才相爱，你拿我当傻子吗？你怎么就不是傻子了呢？你想不想知道，你的夫君每晚都在同我说什么？他说你蛇蝎心肠，恶毒至极；他说你不知廉耻，扒着他不放。还有，不被爱的才是贱人。知道？刚到京城就碰到女主，林小姐客气了。众所周知，宁王府只有我一个郡主，我可没有什么妹妹。林小姐还是换我郡主便好。什么姐姐，差里差气的。是我的不是，还请郡主见谅。郡主这次回京，想必是久居了，王爷也一定替你学好了乘龙快婿。不知是哪家的公子能有这般福气？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我可不像林小姐，对别人家的郎君这么感兴趣。也不知林大人有没有为林小姐找到如意郎君？是我的不是，
虽然我只是真心关心郡主的近况，但到底不该妄议郡主的亲事，知道就好。我们小姐只是关心你，不领情就算了，还责怪于她。你是郡主就了不起吗？这么咄咄逼人，听到没有？你今天必须跟我家小姐道歉。主子，这不是……哪来的贱婢，也敢对郡主无礼？不愧是宁王府的人，这出手快准狠。是我唐突了，红娘她何错之有？宁初曦一回京，就在灵山寺这种清静之地闹事，这消息要是传出去，想来孙贵妃也对她不会有什么好印象。宁王择婿，怕是也不会那么顺利。去吧，解决。是。这人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敢对当朝郡主大呼小叫，这叫何错之有？没有把他扭送到府衙，已是郡主仁慈。要是这位小姐有意见，我看不如就送到府衙，交给京兆尹审一审的好。这贴身丫鬟要是被送到府衙，无论是何种原因，我这名声也会跟着受损。我可不能陪着宁初曦发疯啊！是红娘的不是，还望郡主念在她护主心切，饶了她这次。看来林府下人规矩不怎么样，倒是挺忠心的嘛。还望林小姐回府后好好调教下人，不然下一次就不是一个巴掌这么简单了。还不谢过郡主？谢郡主宽恕。小姐，这对主仆整天就知道哭哭啼啼的，老是一副小姐欺负他们的模样。今日终于让我们给爽了一把，还是小姐厉害，也不算厉害了，不过就是这次真欺负他们一次罢了。下次咱们还这样干。这不就是回京路上遇见的黑衣男子吗？白日礼服，夜半杀人，这公子还有两副面孔呢。这还是去年寺里后山采的旧茶，今年刚刚春至，新茶尚需些时日才能采摘，施主莫要嫌弃。施主这次前来，心中是否也有难解之谜？哇，大师果然是大师啊！那您觉得如果，我是说如果既定的命运有可能会被改变吗？万事随缘，施主平心而为即可。平心？这话等于没说啊！可是我这心里全是荣华富贵。小姐，这是这些时日以来收到的请柬和拜帖，都是听闻您回京之后送来的。你闻闻，都是八卦味。都不去啊？可是小姐，您这回京许久，一直不见人，现在外面传的可难听了。难听？说来听听。这现在外面都说，小姐这次回来啊，一直纠缠三殿下，卯了劲儿要嫁给三殿下。呸！咱们府里的绿茶还是不够味儿。外面还说这个宁王爷仗着劳苦功高，舔着个老脸，为女择婿，脸皮都不要了，女儿还是嫁不出去。哦，王爷还发话了，老头说啥了？你懒得在府里办什么接风宴也就罢了，但身为我宁王府的郡主，怎能缩在家里畏首畏尾的不出门，让人看清了去啊？对，不能让老头被人看清了。嚯，这请帖都用金粉写，豪气！就他，四公主的赏花宴。这四公主可是三皇子，就是你前任的亲妹，她的赏花宴能有什么好心啊？鸿门宴也是宴，既然要吃席，那就挑个牌面最大的。好香啊！哟，这不是我们的月溪郡主吗？
到本公主还不行礼？我就不跟公主见外了，省得等会儿公主还得还礼呢。3年未见，郡主除了变得更牙尖嘴利以外，倒是喜欢穿这等老气横秋的衣服。怎么，是这乙州的山水不养人？怎么衬得郡主生生憔悴了许多？是吗？可我听闻先皇后就深爱粉金，出席国宴也经常穿着。圣上也曾夸先皇后着粉金气韵非凡，恰好我府上祖母也偏爱粉金，因此给我做了许多身衣裳，穿上祖母也开心啊。孝心可嘉，这才是嫡女风范呢。哇，这粉金莫不是锦州特产星辰起？这居然还有这么识货的！哇，星辰起会让布料在摆动时在光下显出星光，因此得名星辰起。是吗？这我还真不知呢。它除了织法独特，它所需要的蚕丝只有锦州独有的桑蚕才能吐出，它的产量还只有普通蚕的1/3，这都导致了星辰起价格昂贵，一寸难求。听闻锦州好像是有流传1寸星辰1寸金的说法。什么？1寸金？真的假的呀？月溪郡主居然用这星辰起做了件外衫，不知道是要用多少布料，花多少钱呢？是吗？哎呦，要是早知道星辰起这么金贵，我就不拿去做窗帘了。什么窗帘？天哪！都散了吧，一群没见过世面的。一会儿见喽。但是女主果然够招呼你爹的。哎，你这七彩簪像是昔日之物吧？你怎么又知道？京中竟然有你这么识货的小姐！过奖了，郡主，我平时喜欢研究一些旁支偏文。接下来，俗世千优，知己难寻，回头我都送你的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，郡主？叫什么郡主啊？不许跟我见外，以后私下叫我姐姐可好啊？诸位谬赞，我这琴技只是寥寥。想当年，宁王妃可是琴艺了得，一首名曲名动京城。是啊，想当年，宁王妃惊鸿一曲流传至今，郡主是宁王妃的爱女，肯定得了宁王妃的真传。不知我等是否有幸听郡主弹奏一曲呢？这话就有些扯了。宁王妃在生下郡主后就一直卧病在床，郡主3岁之后就去世了，哪来的时间和精力教她弹琴啊？就是啊，公主相邀，却之不恭。但我琴技拙劣，远比不上林姑娘，未免误了众位的耳朵。能否请林姑娘和我合音？郡主谦虚了，为郡主合音是我的荣幸。你出息，这可是你自己找上来的，到时候可别怪我让你出丑。林小姐心声夺人，看不出来好胜之心如此强。这是琴曲中技巧最难的曲子了。林小姐技艺不凡，看来岳西郡主只能沦为陪衬了。实在是看不出来，岳西郡主的琴艺竟然如此高超。这琴曲中包含的复杂感情，可不是一般一回就能弹出来的。郡主不愧是将门虎女，此曲道出了我边塞将士的英勇。我等将来定不负先辈之志，扬我大理之威。也不知道那活下来的将士最后回到他思念的家乡了吗？有没有见到他心爱的姑娘？家中仆从多是从军中退役的将士及家眷。此曲是听闻他们在边塞的故事后有感而发，遂作此曲。至于琴技，如公主所言，得加么真传罢了。我看此曲不过是卖弄情怀，无病呻吟罢了。是哥哥别冲动，是我不慎冲撞了姐姐，她罚我也是该的。你别妄想我给她道歉。不道歉，那就打回来。这样离俗的长相，是袁叔男主来给女主撑场子了。
穿得跟个花孔雀似的。月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为了这种班门弄斧、故作姿态的人受伤，不值得。岳西郡主不过一闺秀，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何以谈边塞杀敌、将士思乡？真想兜了他。阁下是？三殿下在那说了半天，人家岳西郡主压根没认出你来啊！小姐，这是三殿下，您幼时见过。哦，原来是三殿下，失礼了。多年不见，殿下依然风采依旧啊！你出气！三殿下恕罪，是我学艺不精，又不曾远至边疆，只能通过家庄忠仆口中一窥我朝将士风采，未能展示边疆将士的英勇善战，污了殿下的耳朵。那不知殿下可曾亲至边疆，一窥我朝将士的铮铮风骨呢？郡主，三殿下好像没上过战场。宁初曦，你如果想以这种方式赢得我的关注，那我劝你死了这条心。你这简直是痴心妄想。这位三殿下，您虽然身份尊贵，但只有2只眼睛1个嘴巴，我实在看不出。您哪里值得我产生非分之想？与其在这与我多说无益，不如快抱着你怀中的林姑娘去包扎伤口，这大庭广众的，影响不好。你最好是这么想的。月儿，咱们走。四公主，你还有什么节目吗？散了散了！小姐刚刚好厉害啊，不愧是我家小姐。小意思，小姐真厉害，就该给他们点颜色瞧瞧，不然还以为我们宁王府好欺负呢。你好厉害呀，姐姐！殿下，月儿，是我不好，今日有事耽搁来晚了，让月儿受委屈了。一见到殿下，月儿什么委屈都没有了。以后不用怕，有我在，谁都不敢欺负你。谁？兵分2路，王府集合。好的，小姐。这是哪儿啊？公园怎么这么绕啊？归园居然还有这么个地方！
打扰我贵妃议事。只是云烟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不再鲜艳，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我之间再爱一遍，将化作风和你缠绵，走过了四海繁华，穿越了人海苍茫，只叹这一生我们纸短情长。即便看破一切的名言，让我依然最爱你的脸，回忆一幕幕不断浮现，不断蔓延。无论前路永恒或瞬间，左边开的叫做思念。一直在你的身边到年。不好！他们是……主子什么时候这么温柔过？上一次，还是在上一次，又上一次。等他醒后，亲自送他回宁王府。是。这还是第一次毒发后有人近身却安然无恙的，也是第一次在他毒发后还能安然入睡的。能独自出现在月月后庭，难道他就是太子？小姐，您终于醒了。小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姐，我在微园后门等了您好久都没见您，就过来找您了。可是后院阁楼有人守着，说是不让外人进，可把我急死了。那你最后是怎么进来的呀？我刚刚啊，月溪郡主，您这婢女可不得了。是他。您这婢女在门口久等不见您，我们的人听命不让她进，她差点回去找宁王，派兵掀了整个微园。这丫头忠心，倒是让您见笑了。是我们的问题，底下的人没能发现郡主，害得郡主的婢女担心，差点引起误会。哦，我是怀流，殿下命我送郡主回府。那就多谢殿下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殿下命我交给郡主的金疮药，是皇家贡品，效果比外面的要好上数倍。属下已指使微园的管事在散宴前告知四公主，说郡主身体不适，先行回府了。这个太子府办事还真是滴水不漏。他怎么不问问主子呢？顶着这么明显的伤，这月溪郡主怎么好像没事的人一样？既不惊讶于太子的身份，也不问太子的去处，甚至连受伤的原因也不过问。这月溪郡主不像传闻中那般无脑，反倒很是沉得住气。不管是谁，只要能减轻主子毒发的痛苦，便是整个太子府的恩人。哎呦，疼啊！回去给你揉揉。总之，事情就是这样。所以说，这太子殿下可能身患重疾，我也不确定。
但看那等情景，反而更像是中毒。说是恶疾，倒不如说更像是被药物刺激了神经，整个人都处在一种濒临失控的暴力状态。不管什么原因，这太子殿下下手也太重了，连着一圈青紫掐痕不说，顶着这么大个牙印，这几天还怎么出门啊？反正我也不想出门，但是你别告诉老头子，省得他担心。还有那披风，收好了，别让旁人看见啊。放心吧，奴婢明白。小姐，有人给您送了东西，给我。门房那边说是微园管事送来的，说是您昨日在微园丢了东西，今日找到后特地给您送来的，拿给我看看。哇，没想到这太子这么大方。小姐，这是昨日唐突郡主可否赏面一部微园，允我200千银？金子留下，帖子我再想想吧。该来的还真是一件都躲不掉。郡主，主子在阁楼等您。小美，你就在这等我，不用上去了。好的，小姐。见鬼了，怼天怼地怼小白花怼萧旭都没怂过，怎么就是有点出这个小心横啊？不行，大佬虽然可怕，但好像该死的长在了我的审美上，是让我抵抗的有点艰难呢。郡主请。今日邀郡主前来，主要是想向郡主赔礼。昨日无意伤了郡主，本宫实在歉意不已。抱歉，你这家伙下口的时候可一点都没留情。殿下的赔礼我已经收到了。本宫也不知道郡主喜欢什么，只能送一些俗物，200千银。殿下出手大方，我倒是喜欢，就缺这不公了。殿下今日邀我前来，怕不仅仅是为了赔礼道歉吧？郡主聪慧，想必昨日情景，郡主心中也有疑惑。本宫其实身患顽疾，发作时会神志模糊，头痛难忍，严重的时候还会伤人伤己。当朝太子身患十杀恶疾这种事儿，是我能知道的吗？我特地没有问你发疯的原因，大家彼此装傻不好吗？所以，本宫有事相求。虽然昨日无意伤了郡主，但本宫发现，郡主可以在本宫发作的时候使本宫安定下来，所以今日特请郡主来为本宫治病。啊，治病？所以，本宫有事相求。虽然昨日无意伤了郡主，但本宫发现，郡主可以在本宫发作的时候使本宫安定下来，所以今日特请郡主来为本宫治病。啊，治病？身患顽疾，发作就嗜杀，只有某个女人才能治的病，她这不妥妥大男主体质吗？本宫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有非凡的气质。我有几个问题。但是无妨。你是不是从小就任何女人不能近身，全世界只有我能碰到你啊？没有。那你是不是有兄弟浴血奋战，被贪官诬陷，急需你忍辱负重，匹营反冤案？本宫打的都是胜仗。冒昧最后再问一句啊，你是不是有生病的妈、狠心的爸，还有上学的妹？母后已逝，身边的兄弟姐妹都安好。怎么就摊上我了呢？没有女主的命，却撞上女主才能治的病，这有什么事儿？那我要怎么治你啊？无需郡主做什么，只需要郡主每5日来后庭阁楼待上2个时辰。和殿下一起待2个时辰？是的，本宫发现，只要郡主在我身边，本宫便能安稳，而且头痛也能缓解不少。还真是俗套的玛丽苏设定。不过昨天好像确实是在我靠近她之后，她的情绪才慢慢稳定下来，看来是有求于我。我为何要帮殿下？我可不是什么良善之人，虽每隔5日陪伴殿下2个时辰，并没有什么难处，但我出自宁王府，我父王兵权在握，让人知道我跟殿下来往甚密，对我宁王府可没什么好处。郡主想要什么？
我想要殿下护宁王府一世安稳。郡主这话是代表郡主本人，还是代表整个宁王府？想必你也知道了，3年前，因我年幼无知，闹腾的我父王差点把全部身家都压在萧旭身上了。一句年幼无知就打发了前尘往事，这玉溪郡主还挺厚道。郡主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的选择就是宁王府的决定。你不信我？没有，本宫相信郡主。那你想什么？本宫只是好奇，为何是本宫？本宫以为郡主会找萧旭，毕竟你们差一点定下了一段姻缘。实不相瞒，我其实不介意最后是谁荣登大宝，只要不是萧旭就行。而殿下恰恰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因爱生恨？不是，没有过。那又是为何？是萧旭护不住宁王府，或者说，他根本不在乎宁王府下场如何，所以，殿下就不必担心我因为感情问题左右摇摆，中途变卦。事实上，如果殿下能在过程中一不小心让萧旭消失，我会更感激的。护宁王府一世安稳，本宫可没那么大能耐。不，你有，你现在没有，以后也会有的。宁王府满门上下都忠君爱国，可惜后继无人，因此不求世袭鼎盛，只求我在的这一世能繁荣安稳。郡主所求皆是为了宁王府，那郡主本人呢？无甚所求。我除了宫里那几位，我已是这天下最尊贵的女子。只要殿下您能护得宁王府昌盛一日，无论我如何肆意妄为，都无人敢欺我辱我。本宫定不负郡主所托。这是谈成了？这么容易的吗？还以为得磨上几个回合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就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决定了。郡主，主子多年来深受病痛折磨，各种方法都试过，不过仍然从未睡过一个好觉。但郡主的气息却能神奇的让他安定下来，哪怕只是让他睡一个安稳觉，也极大的缓解了他这么多年来的病痛。您的这番恩惠，整个太子府上下铭记于心。客气了，各取所需罢了。还是要谢谢郡主。主子这人平时看似冷淡，但其实赏罚分明，对待自己人永远真诚相护。只要郡主您一天站在主子这边，主子定不辜负郡主。这话既是承诺，也是威胁。但愿如此吧。他既然承诺护宁王府周全，只要宁王府不背后捅刀，想必事成之后也不会被谢幕杀了。若他真的言而无信，大不了就跟云舒一样，拼个你死我活罢了。至于谁输谁赢，还不一定呢。没吃完早饭就走啊？今天还有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课没学完呢。你堂堂宁王府的郡主，不会那些也无妨。娘走的早，现在京城里都传得沸沸扬扬的，说我没得一点娘的真传，难受，小姑。行吧，早去早回。知道了，老头子。哎，这不是上回我在他马车里看的那本书吗？折起来，下次再看。这书怎么在这儿啊？猜到郡主喜欢，便都拿来了。贴心了，殿下。真好吃，甜。这里还有很多。无聊，怎么打发时间呢？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故事？好呀。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小王子，
他每天独自吃饭，独自睡觉，独自看日出日落。忽然有一天，他的脚下绽放了一朵娇艳的玫瑰花。玫瑰花？是什么花？是一种代表爱情的花。小王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花，他爱上了这朵玫瑰，细心的呵护它，每天给它浇水除虫，陪它聊天。后来学会了栽花。你是说我离你越近，你的气息就越稳？只要君主离我越近，我的躁动就会好些。像现在就挺好的。这样啊，那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喂。不好了！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？咋啦？我今天休沐不用上课的。宫里来了消息，孙贵妃听闻郡主不久前在四公主的赏花宴上大放异彩，特邀郡主进宫一叙的。在外边倒好，一回来就跟没骨头人似的，坐没个坐下，不想去推了便是了。也不是不想去，就是又怕出什么幺蛾子。管他什么幺蛾子，挺直了腰板去。我宁王府还没倒呢，我看看谁敢欺负你。父王霸气。
今天太阳是打哪边出的？已经跑来给我献殷勤了。姨母瞎说，我平日里都是很孝顺的。你呀，少给我惹麻烦，就是最大的孝顺了。不过今日姨母为何召见他宁初曦进宫？你俩打小就不对付，这次是知道我召见了他，特意跑来看热闹的吧？他觊觎我三皇兄不成，还平白无故落我脸面，他这种人有什么好召见的？平白抬高了他。姨母，你不会真打算让宁初曦做您的生媳吧？那我可是第一个不依。宁王府地位特殊，若是能结成亲家，对旭儿可是一桩好事。可他得颜容供样样不疼，而且三皇兄也不喜欢他呀。那都是其次，感情是可以婚后培养的。岳西郡主到。救我！姨母，救我！希儿怎么这么傻？姨母，救我！姨母在呢，希儿别怕。他跟原主的死有关系吗？贵妃安好。呀，希儿，这几年不见，怎么与本宫生分了呢？快过来，来，快坐。礼不可废。小时候是娘娘疼我，现在跟从前不同了。希儿，这一眨眼变得如此水灵了，之前还天天吵着本宫要嫁给希儿呢。童言无忌嘛，娘娘才是容颜未改，反倒显得越发年轻了呢。小嘴真甜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希儿过来请安，你们也很久没见了吧？上次在四公主赏花宴上见了一面，三殿下可是英雄救美呢。我三皇兄那是看不惯你仗势欺人。月儿，月儿啊，就这脾气，你可千万别跟他见怪。娘娘多虑了，四公主啊是真性情。月儿，还不给你希儿姐姐倒茶去？一天天没大没小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一会儿啊，你好好尝尝本宫的茶，可香甜了。看来这茶还真是非喝不可了。不过今日孙贵妃召我进宫，人尽皆知，她应该不会准到在自己的宫里动手脚的。那就谢过四公主了。完了，孙贵妃不会那么蠢，不代表四公主不会啊。宁初曦，新仇旧恨，咱们今日一并扫灭。这风月场所的软香菜，效果应该很不错。希儿，你怎么了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明明还没到药效发作的时间，他又在搞什么鬼？就是突然有些头晕，许是春寒料峭，吹了冷风所致。那要不要找个太医给你瞧瞧？你还年轻，这些小病可不能忽视。害得娘娘您担心了。今日本来就是来向您请安，因为这点芝麻大的小病，劳烦太医院跑一趟，倒是我的不是了。希儿，不过我是确实有些不太舒服，怕把病气过给娘娘，因此就先跟娘娘告退了。郡主真是客气了，既然身体不舒服，不如多休息一会儿，好了再走吧。哎，好孩子，你要是不舒服，就赶紧回家歇上。等你身体好了，本宫再邀你进宫谈心。那就谢过娘娘了，去吧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可真是我的好外甥女，谁给你的胆子在我宫里动手动脚？我看你这公主是当得太舒服了是吧？我只是想让她出丑，又不会被查出来的。你以为大家都是傻子？不管查不查得到，只要是在我韩章宫里出的事，我能脱得了干系吗？别说是你父皇，就算是宁王府的亲，也够我们喝一壶的。我可是公主，她只是个郡主，区区一个宁王府，还不是我父皇说什么，他们就得做什么。你给我回去好好反省，无事不得出宫。蠢货！小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
没想到玛丽苏的下药膏居然让我碰上了。撑住，我可不能出洋相。什么苏？不是，我们快点回府。哦，太子殿下啊！倒是许久未见月溪郡主，不知郡主近来可好？太子，你真好看。太子殿下恕罪。郡主这是从何处来？回太子殿下，小姐刚从寒章宫出来。这里离本宫的灵华宫近，那里常年有太医待命。谢太子殿下。起飞，还要飞得再高一点。小姐，不要问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对不起小姐，我对不起整个天王府啊！看不出来呀，你们郡主私下挺狂放的。你说谁狂放？你狂放！你竟敢说我们家小姐狂放！别过来！谁狂放的？你狂放！好热呀！我要开中央空调。好热呀！他中的是什么毒？回殿下，贵人中的是软香散，药效跟醉酒类似，但是带有催情效果，却对身体没什么危害。因为这药危害小，因此也没什么解药能缓解，只能等药效过去。若贵人体虚，药效过后，服用一剂温补之药即可。睡觉吗？这贵人胆子是真大呀！虽然中了软香散，但是竟然敢调戏太子殿下。他这样子还会持续多久？约莫2刻钟，等药效散了就好了。下去吧。你待在这里跟个二傻子似的。你放心，殿下不会对郡主做什么的。你就守在这儿，有什么风吹草动都逃不出你耳朵。美人，你好美，你好美哦。我对不起整个宁王府。美人，你好凉快。你还记得你是谁吗？我是蘑菇。这么可爱的小蘑菇是什么品种？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蘑菇了。那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你是美人。为什么喊我美人？因为你长得好看呀。哪好看？哪儿都好看。眼睛好看，一闪一闪亮晶晶的。鼻子好看，特别高。嘴巴也好看，一看就适合接吻。适合接吻。它会动哎！它又动了，神奇，亲亲。接吻就好，这么长，记下。
属下已遣太子府管事太监向韩长公回禀，只说是殿下偶遇岳西郡主晕倒，将人就近安置在了太子府外殿，请太医就诊后说感染风寒，并无大碍，让孙贵妃不用担心。知道了。最近这韩长公也不安分，是时候该敲打一下。小姐，昨日的事您还记得吗？昨日起飞啦！我要飞得再高一点。睡觉吗？昨日完了，没有女主的命，却中了女主的药，丢死人了！您这是想起来了？让这个世界毁灭吧，让男女主赶紧杀了我吧！都怪萧月儿，给我下了这么上不了台面的药。小姐，你去哪儿啊？老头子，你闺女都被人家欺负了，你就说怎么着吧。谁敢欺负你呀？我还没说你呢，怎么人竖着出去，横着就回来？要不是太子府的人和太医的人再三保证你是风寒，我还以为你要翘辫子了呢。什么风寒？明明是那个四公主，然后给我喝了什么？然后就这样了。欺人太甚！就是。但是老头子又不能拿剑直接劈了韩长公，小心气坏了身子。虽然不能劈了韩长公，但是让那二人寝食难安，为父还是能做到的。真好，就让他们寝食难安。臣有本启奏，讲。四公主月前与微远办赏花宴，花费甚大。不仅如此，10日前，四公主携孙家子弟踏行，为了方便玩乐，不顾农户苦苦哀求，纵马踩踏农田50余亩。臣也有事启奏，吏部员外郎孙威卖官鬻爵，获利1万两。这是臣获得的账目清单。吏部小小一个员外郎，区从6品，只靠着兜售底部官职和考评调任之事，足获利1万两之多，这可抵得上一些小县城1年的税收。好大的胆子！孙威，是你们孙家的人吗？是陈家的旁系，一出五福。虽然说在五福之外，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京城里这些孙家旁支都是依靠着孙贵妃和孙尚书才谋得一官半职。孙威卖官鬻爵，学取官职，发配到扬州。另外，卖官行贿者一并查处。本来四公主的事儿啊，没有那么严重，谁成想赶上了孙威卖官被揭发，陛下这不就闹心了吗？顺带着孙贵妃也吃了瓜烙了。真是老天开了眼，下了一场及时雨。也怪啊，孙家最近太猖狂，害了多少人的眼哦。还是父王厉害，严惩必行。孙贵妃和四公主这段时间可有的寝食难安了。对了，你可记得去太子府登门道谢。太子虽然没有什么权势，但也是一国的储君，人家顺手又帮了你，该做的礼节还是要做到位的。他帮我什么忙了？老头，我可什么都没干啊！你紧张什么？不是太子好心看你中了毒，好心把你送回来的吗？啊，是，这件事儿确实应该感谢人家哈。那还愣着干什么？去呀！啊，现在？不然呢？我们宁王府哪有过夜的人呢？赶紧的，早去早回。哎，你就这样去了？哦。那个，您上次实在不好意思。郡主说的是哪件事？这人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是赖在本宫身上不下来，还是既要发作，轻薄本宫之事？喂，不带这么公开处刑的吧？你故意的吧？药下之过，郡主无需介怀。还是要多谢殿下解围。郡主，要不你还是直接住到太子府来吧。这不会太过显眼了吧？天天往太子府跑，这不昭告天下我们俩有一腿吗？什么腿？就是众目睽睽之下，私相授受。
不会，回来会将马车驶于后庭，然后再换了马车过来。后庭有通道直通内殿，不会引人注目。内殿都是本宫的人，郡主不用担心。这不会太麻烦了吧？参见殿下。这2位是本宫从江南寻来的厨师，京城最好的厨师皆师从于他们。内殿的起居用度肯定要比后庭更精致。后庭不过是临时的落脚点。还有，好了，不用说了，我同意了。治病非几日之功，后庭再舒适，也不过是一内事。本宫担心郡主待得烦闷。殿下想得甚妥，好吃好喝就行。不过我这算不算登堂入室啊？算，也不算。来都来了，殿下，要不要来一起谈会儿？现在，躺。放心，今日之粮免费。这床舒服吗？舒服的话，就说点正事。过几天可就是万寿节了。怎么，又有什么幺蛾子啊？本宫收到线报，消息近日跟驿站书信来往频繁，就是不知道他联系的是哪国的使臣。不管是哪国的，有什么阴谋诡计，来了就知道了。不过，这事算是机密吧？你为何要跟我说这些？本宫以为我们是同盟。没错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别指望我给你出谋划策或者亲力亲为做些什么，我最多是在关键的时候动用宁王府小小的一点力量帮你一下。我没有想让你为我做什么，只不过在跟你分享本宫的情报。快睡吧。哎呀，再过2个时辰，我就要回家吃晚饭了。老头子看得紧。快过来评评理！这个外族男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我行风鬼之事，大家快来评评理呀！别死了！大家快来看呀！就是他，对我行风鬼之事！大家快来评评理！走去看看，走！放开！大家快来评评理！放开！我没有。这位贵人，您过来帮我评评理。这个外族男子，他欺人太甚，请贵人替我做主。你撒谎！我根本没有碰你。民女今日出门采买，谁曾想这个外族男子他竟见色起意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想对民女做出非分之事。你胡说八道！请贵人替民女做主。为什么不直接报官啊？我又不是金兆尹，又不能将此人抓起来绳之以法。他是个外族人，官府怕是不敢处置。不过幸好民女已无大碍，只是希望他可以赔钱了事。哦，姑娘若是想拿我当枪使，怕是不能如愿了。没有啊，贵人，您误会了，我没有。好香啊！姑娘若再不说实话，我可让人去教坊司一趟，查查户籍了。小美，去教坊司。是。不要！这位公子并没有非礼我，只是民女见他是外族人，所以才起了贪念。民女再也不敢了，请贵人饶命。他诬陷的人是你，报不报官，如何处置，都由你决定。我们草原二郎不与这等女子计较。谢谢公子，你大人有大量，谢谢。哎，姑娘，在下贺楼彻，刚刚多谢姑娘解围，不知姑娘芳名，改日
定登门道谢。贺楼，是不是北雄皇姓？举手之劳，不必在意。不知姑娘刚刚是如何知道那位女子在诬陷在下？没有哪一个良家女子在被人非礼后，第一时间不是裹紧衣裳，而是由肩头裸露在外，生怕别人看不见。而且她身上的熏香是由教坊司统一调制分发的，青楼主管的姑娘都是用那个熏香的。好厉害啊！那不知姑娘又是怎么知道这种熏香的呀？嗨，我们家小姐在里头供遍了大大小小的敲门，当然，闻过而已，闻过而已。不过，还是多谢姑娘。虽然姑娘不愿意透露芳名，但是今后如果有需要用到我鹤楼彻的地方，姑娘派人去驿站知会一声便是，我定不推辞。这点小事不用放在心上的。啊？主子，主子放心，以后属下绝对不会让这样的宵小之辈闯入极境坊。从今日起，你亲自护送郡主回府，没什么事别让他瞎扯。是。宣各国使臣觐见。看什么看？没看过美女啊？哎，怎么忘了这号人？五皇子萧翰。我记得袁术后期，萧翰也算老谋深算，处处与萧旭作对，也不知道做了多少不为人知的险恶之事。不知道萧星恒知不知道他的真实面目？太子殿下到。参见父皇。你出息了呀你！那是，你闺女生得漂亮。别阴沟翻了船，给我添麻烦。翻不了，我划船全靠浪。哎呀，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！但我闺女值得这天底下最好的郎君相配，翻船了也不怕，自有为父给你顶着。你只需要选择你喜欢的郎君即可。老头，别说了，全在这酒里。就知道贫嘴。开席。臣携结兰公主前来，特意向陛下祝寿。有劳贵国特意派人前来，代朕向贵国的皇上问好。此次前来，王上特意嘱托臣带来了结兰公主，意欲能与大理永结秦晋之好。不知贵国王上属于我朝哪位宗室子弟呀？此事本应听从陛下您的安排，但贵国太子与我国渊源颇深。渊源，我记得原书中确实提到过太子在刘国做质子，不过原文中寥寥几笔，难不成是有什么挂碍？我可不想嫁给那个冰秧子。那冰秧子在刘国时畏畏缩缩的样子就惹人生厌，现在又缠绵病榻，我可不想一嫁过去就当寡妇。请陛下恕罪，结兰公主年幼无知，方才所说之话并无恶意，请陛下万不见怪啊！结兰公主，你属于何人呢？那当然是不仅要身体康健、才貌英俊，还得文武双全，最重要的是，得是陛下最宠爱的皇子。去，他还挑上了。这结兰公主倒是自视甚高，也不问问哪个皇子愿意娶她呀？我也没说错呀。那个太子之前在刘国时被皇姐、皇兄训斥，连嘴都不敢还，他那个样子，谁看了都不想嫁。闭嘴！臣女刚刚定情事宜，但有几句话不吐不快，望陛下恕罪。无妨，朕准你畅所欲言。结兰公主，我刚刚近处观你容貌，论相貌，你不过姿色平平；论德行，结兰公主随意出口伤人，言行恶劣，显然德行有亏。论家世，结兰公主虽为公主，但却是庶出。且数年前，刘国就与我国签署了投降书，你不过是降国的庶公主。所以，是谁给你的勇气，有胆子对我国储君指指点点、挑三拣四？照照镜子，你配吗？说得好。你说我不配，你们陛下都没说什么，你一个女子凭什么数落我？你又配吗？你该庆幸，我父王驻扎的辖地是在北疆，而不是西域，不然还轮不到你问我配不配。
杰兰公主说岳西郡主不配，不知道我镇国公府配不配？若不是陛下仁慈，担忧战事会使得百姓流离失所，我白家早就带着20万白家军进驻刘国皇城了。那时候，怕是轮不到公主在这里谈郡主配不配。你小子，干得漂亮！我大理儿郎皆英姿雄武，何患无期啊？贵国王上的心意，朕领了。联姻一事，就此作罢。是。本殿特来向陛下贺寿，愿圣上日月同辉。免礼。时机虽有些不妥，但本殿还是要向圣上说明。父皇前本殿来时特意交代，若圣上应允，希望我国皇子能在大理觅得良缘。刚打发走一个，又来一个。皇帝的白菜都被人拱南路了。真是。皇子可有属意之人呢？听闻岳西郡主蕙质兰心，还望陛下和王爷割爱。你说什么呢？谁给你的胆子？你什么找死啊你？我息怒！你不至于，不至于！息怒我，息怒我！真是有趣！别拦着我！听我，我气不死你！你给我过来！什么？舍不得？放心，且不说北雄和大理关系紧张，一旦开战，嫁过去的宗室女都会成为人质。就单说她自己，宁王府唯一的郡主，身上30万宁家军的荣光，陛下敢让她嫁过去吗？这是我家闺女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！这臭小子！岳西郡主乃我朝明珠，即为珍宝，理应珍之藏之，哪有让其流落在外的道理呢？你们2位属实是没有缘分。不过皇子如属意其他宗室女，朕倒是乐见其成啊。你给我等着你！谢过陛下。喏，这太可恶了。你若是想拉拢宁王一族，我可以帮你。不必了，我希望他是真心靠向我的。这种局就不该来。郡主，叨扰郡主了，还望郡主恕罪。这是我家世子特邀郡主一步一叙。你家世子是富商姓白。姓白，镇国公白世子。梦寐请郡主前来，还望郡主勿怪。白世子客气了，我还要谢谢您在万寿宴上帮我说话呢。杰兰公主羞辱的可是太子，我好歹是太子的舅舅，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他放肆而不作声？我还以为镇国公府跟外界传言一样，跟太子的关系不睦呢。郡主这是套我话呢。郡主应该知道，镇国公府和太子殿下为何关系不睦。其实刘国当年并不是非要太子为质，此事还有转圜的余地。那镇国公为何非要太子去啊？因为兵权。什么条件？移交20万兵权，或者以太子为质，2选其一。所以镇国公选了兵权，放弃了太子。没错，父亲说要以家族为重。张杰贵为皇后，她生的孩子皆是嫡子，无论哪个，都能立为太子。那时我才13岁，偷偷躲在书房角落里，听到了父亲和张姐的争执。父亲，和儿才5岁，你要他出去刘国，岂不是要他的命吗？妇人之仁，如果上交了兵权，那才是要了我镇国公府满门的性命。可他是太子，是您的亲外孙，你怎么忍心？母夏，你还年轻，你还会有孩子的，你的孩子都能成为太子。自那日以后，张姐整日郁郁寡欢，觉得愧对萧星恒。萧星恒回国的前1年，张姐又怀上了龙胎，可却在怀胎6个月的时候，因为早产，
失血过多而亡。那孩子，我们陛下不想要这个孩子，张姐也觉得这个孩子的出生会让白家放弃萧星航。是陛下。陛下还没来得及动手，是张姐。那天他从父亲处偷听到了萧星航在刘国过得并不好，甚至是屈辱。他决定撞向了桌角，不要这个孩子。多讽刺啊！张姐生前循规蹈矩，不敢违抗父亲，放弃了萧星航。临了，却勇敢到想用死的方式保护萧星航。原来萧星航出职和回国的背后，还有这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。世子为何与我说的这般坦诚？那天万寿宴上，萧星航给我使眼色让我帮衬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待你不一般。那你应该也知道萧星航中毒的事情吧？他说是救急，但也没掩饰。我猜可能是中毒了。那你知道他是为何中毒？萧星航他这些年过得很是不易，你能想象吗？一个5岁的孩子，成天食不果腹，被关在晦暗幽深的地牢里，与虫鼠争食。他本是我大理金尊玉贵的太子啊！父皇，儿臣不要走，儿臣不要走，儿臣以后会更加认真读书习武，儿臣不会再偷懒了，父皇，儿臣认疯了，儿臣不要走。他就是那个被故国抛弃的太子啊，难看死了，又瘦又小，整个就一副飞剑一样，怪不得爹不疼娘不爱，跑到我们这儿来当上吗？看他这个不敢还手的样子，真是胆小。哼，看着就来气，听说还是太子呢。父皇，母后，好疼，好难受。你们真的不要我了吗？我好想你们，你们为什么不要我？为什么？我还不能死，更不能让他们得意。我要活着回去。我也问为什么，我一定要活着回去。萧星航在毫无防备下被灌了毒酒，每天都承受着钻心之痛。我还不能死，让他们得意。我一定要活着回去。问问为什么？后来呢？就这样放过他们了？那些都是刘国的皇子皇女们，哪能赶尽杀绝呢？但他却用另外一种方式，将这屈辱还了回去。后来，在刘国的战场上，他凭直觉砍杀，从尸山血海中挣扎而出，交织成一幅幅血腥的惨烈画面。他的每一寸皮肤，每一根骨头都在被撕裂、缝合、再撕裂，如此反复，痛不欲生。在无人的角落，独自承受每一次毒发，他的眸中愈发冰冷嗜血，仿佛一个来自地狱的修罗。要将这世间的黑暗与阴谋一一撕裂开来，一路攻向刘国7座城池，逼得刘国不得不求降，并甘愿成为大理的附属国，向大理纳税进贡。殿下，殿下，您清醒一点，您怎么了？殿下，殿下，您怎么了？醒醒！
从今往后，只要我一日是大理的储君，那些人就不得不向我俯首。他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这场复仇。他是个天赋卓绝的人，无论是作为将领，还是作为储君。所以，太子殿下的确同郑国公府关系不睦。可我这个舅舅和我外甥的关系却还不错。以前就发现，萧星恒喜欢吃些甜腻腻的东西，是因为过去都是苦，所以现在才这么食甜吗？这些年，萧星恒吃了太多苦，忍了太多痛。我这个做舅舅的暂时尽力弥补，也没办法还给他一个意气风发的年少。但我看得出来，他对我不一样。希望你可以让他今后的人生多一点甜。那给你。送给我的。就是来的时候路过吉庆坊，听到叫卖声，就顺手买了一个。很甜，谢谢，我很喜欢。不过郡主怎么会突然送我礼物？总不能说是因为在你舅舅那儿听了你的悲惨往事，因此对你心生怜爱吧？刚刚郡主就一直盯着我发呆，那眼神仿佛要将我生吞活剥一样。现在又给我送这么可惜的礼物，郡主莫不是倾心于我？殿下未免有些自作多情哦。刚刚郡主还说我生得好看，如今却说我自作多情，莫不是我现在容颜憔悴，载不得郡主的心了？殿下面若冠玉，颜如皎月，温文尔雅，凤表龙姿。原来我在郡主心中如此美好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别忘了后天的宴席。怎么？你答应圣上搞什么欢送会了？你身子骨好了？病了太久了，也是时候该好起来了。否则，怕是臣子们都快忘了大理还有个太子了。明天记得早点来。为什么要早点过来啊？早点来就对了，别忘了。知道了。今天太子府奉命设宴，你还不赶快去撑场面去？他一个储君需要我一个郡主去撑什么场面啊？您怎么不去啊？那不开玩笑吗？我要是去了，不给那些他国人长脸面了。那我也不去。那不行，你是我宁王府的门面，你必须去晃悠晃悠。门面哈。知道了，那我去捯饬捯饬。知道的是太子府设宴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到了哪个集市呢。郡主，你怎么才来？哪有压轴先来的道理啊？从开始殿下就一直派人来问，这都问了10几遍了，我们都替殿下干着急。行了行了，不是说宴请使臣吗？怎么来这么多人啊？姐姐，你不知道，因为殿下病情，太子府已经好多年没有设宴了。这次好不容易借着送别使臣设宴，好多家府上都送来了拜帖，殿下没办法，只能多发了请柬。苏妹妹，你真是无处不在哈！姐姐哪里的话都是姐姐教的好，为了营生，哪里有热闹去哪里吗？哎，
这也是陛下近些年第一次让太子府代行设宴吧？哦，对，外面还有传言说，陛下这次让太子府设宴，为的是让皇子和各位殿下选妃呢。哦，怪不得门口来了那么多五颜六色的闺秀呢。要我说，这些闺秀哪里比得上姐姐呢？嘘，低调点。是奴婢不长眼，请贵人恕罪。郡主，郡主，刚刚那个小丫鬟不是太子府的人吧？那个婢女看着确实有点面生。郡主的意思是？明白。郡主您先入席，属下这就去查。我也去，说不定有料。哎。郡主安好。请。又有新八卦。她不是，她是宁王嫡女，你就别想了。承蒙郡主厚爱，小生定不辜负郡主情谊。哎，你是不是喝多啊？我和郡主的私事，你这丫头别掺和。你我二人素未谋面，这位公子何出此言？刚刚郡主还与我鸿雁传书，倾诉衷肠，现下却翻脸不认。月溪郡主居然看上了滦阳伯家的公子，还私下传情，这什么惊天秘闻呢？这秘闻有点刺激啊！传的什么书？有证据吗？郡主虽未与我亲笔书信，却让婢女将手帕送来当作信物。那些倾慕于我的话，也都是这婢女亲口所说。本以为是这滦阳伯公子酒后胡言，没想到他还真有信物。陈公子怕是搞错了，我今日赴宴是和闺中密友来的。陈公子仔细看看，可有那送手帕的婢女啊？这或许是郡主为了掩人耳目，找的这凌华宫的婢女所送。再说了，这手帕是郡主的，这怎么会错不了呢？陈公子说笑了。且不说如此私密之事，我为何要在太子府找一个素不相识的婢女送信？何况我不像陈公子这么的单纯。你怎么证明那帕子不是你的？那上面可绣着你的名字。因为这个手帕才是我的。郡主，可别不是随便拿了一张婢女的手帕，说是自己的吧？是星辰起，上次姐姐在赏花宴穿过的，是双面异色绣，这技法简直巧夺天工。这才是平时我惯用的手帕。陈公子手上那张，绣工一般，我可是瞧不上眼的。可万一郡主是准备了2副手帕呢？这所谓的信物都已经蠢到将名讳绣上去了，还用得着额外准备1副手帕吗？哦，对了，林小姐若是还有疑问的话，不妨请太子殿下将太子府进出口全部封了，好好找一找那个送手帕的婢女，看看到底是谁家的。我也想知道到底是谁这么的诬陷我呢？这是太子府宴请各国使臣的宴席，为了这事儿封锁太子府，就为了寻找一个婢女，怕是有些不妥吧？有何不妥？皇兄，在本宫府上出现了诬陷郡主这种阿杂事，本宫也难辞其咎，一定得还郡主一个清白。主教，郡主说她只是丢了个帕子，让不必为难那个婢女。帕子，恐怕没这么简单。怀流，将太子府上的所有的门都给堵上，带人查一查各婢女，看是不是混进了什么歹人。是。皇兄，我认为此事不宜大张旗鼓，现下众人皆已知道，
岳西郡主是被诬陷的了，所以对岳西郡主的名声不会有什么损害。此等歹人可以私下自行查找。倘若现在声势浩大的一一盘问各府婢女，定会对前来赴宴的各位宾客造成不便。谢太子殿下体谅，是我思虑不周。因各国使臣都在，此事确实不宜封府查证。既然郡主都说了，那本宫就收回成命，但本宫还是会协助郡主一探究竟。小生受人愚弄，唐突了郡主，还望郡主大度，不与小生计较。小生改日定随家父登门致歉。公子言重了。岳西郡主遇事沉着，条理分明，且气度不凡，并不斤斤计较个人利益，反倒是颇识大体。这样的女子要娶回家做主母，必会带领家族繁荣兴盛。这倒别讲，我恐婚。既然都没事了，诸位随本宫到前厅去观景。不过姐姐，我怎么感觉太子殿下对你的话是言听计从啊？有吗？没有，你想多了。郡主，苏小姐，吃糖，鲤鱼带，快！没事吧？别哭了，别哭了。玉儿她好端端的，怎么会掉进池塘里的？小姐刚走进池边，突然不知从哪窜出来一个小厮，一下子就撞到了小姐身上。快些！小姐一时没站稳，就掉了下去。那个小厮呢？因为太突然，他的动作又快，所以没看清。废物！虽说这二人之间早有传闻，但此次众目睽睽之下有了肌肤之亲，也算是铁板钉钉了。多劲爆！三殿下下水救了林家姑娘，即使是救人之举，那也算是损了林家姑娘的清白。就是不知三殿下会给这林姑娘什么位分了。毕竟以林姑娘的出身，和清白当众受损的事情，当然是不能成为皇子正妃的。没事了。这可真丢人，真有伤风化。我们走。闪开！这正妃还没进门，就已经多了一个糟心的小妾了。头疼。这样的女子要娶回家做主母，这条别解，我恐婚。太子殿下，谢谢。谢什么？我知道太子府有个绣娘，极善异色双面绣，且刺绣速度极快。我当时好奇，还让怀辽带我专门观摩过呢。所以呢？他还知道用上了我曾经出过风头的新晨起，更是让人信服。看来他平时还是挺关注我的哈。或许吧。看来他平时还是挺关注我的哈。或许吧。太子殿下也在。郡主，在下有话想对你说，不知道方不方便进一步说话？他不方便。郡主未出阁，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吧。还是太子殿下思虑周全。郡主，上次街边相救的事情，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答谢你的相助之恩。二殿下多礼了，本就是举手之劳。其实上次是我皇兄给我请婚，实在过于唐突，但是我也是真心心悦你。承蒙二殿下青睐了，可是你也知道，你我二人身份悬殊，此番情谊怕是要辜负了。其实，从我知道你是岳西郡主的时候，我便猜到结局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不死心，我就是想亲口告诉你，虽然做不成恋人，但是至少应该还可以做个朋友，对吧？过几日我便要回北琼了，还未好好逛过京城，不知在我走之前，郡主可否有时间带我好好的游玩一番啊？没问题。我本应尽地主之谊。郡主，宁王府的车已经在太子府门口恭候多时了。
我没叫。对不起，估计犯病了。好吧。二皇子，你不是有事跟本宫商议吗？太子殿下不是说择日不如撞日，请吧。其实不用送我的。殿下让郡主留步。这一天天的，到底是要我走还是不走？试试。郡主请坐。这不是萧星恒常用的书房吗？来这儿干嘛？待会儿您就知道了。二皇子，这是何意？感情萧星恒让我别走，就是让我来这儿听墙角的。自然是来找殿下谈合作的。你我立场不同，如何合作？殿下怕是不知，贵国三皇子已与我大皇兄达成协议了吧？二殿下空口便指本宫皇帝与贵国勾结，本宫如何能信？贵国三皇子已经按照我大皇兄的要求，在北疆宁家军中安插了不少细作。殿下一查便知。怎么还扯上了宁王府？不知二殿下能否告知本宫，以示诚意？贺楼卿承诺帮助萧旭夺得宁家的军权，只要萧旭能提供情报，北权便可以占领上。到时候宁家军伤亡过半，少元帝定会对宁王失去信任，另派将领。若是宁王不奉权，萧旭就联合贺楼卿，给宁王扣上敌叛国的罪名。那可是整整15万将士的性命。萧旭他竟敢！郡主莫急，有殿下在，宁家军不会出事的。萧旭，你敢动宁王府分毫，我必让你10倍偿还。将士们应该马革裹尸，战死沙场，而不是死在上位者的争权夺利中。此举有违天理，本宫定不会坐视不理。虽为敌国，但是此举过于狠毒。我大皇兄做事从来不留后路，若他坐上王位，我在北琼怕是再无立足之地。因此，于公于私，我都不想他得逞。那二皇子为什么会选择与本宫合作呢？殿下贵为太子，乃是大理的储君，必然不惧三皇子。想必殿下即使不是才德兼备，也一定有过人之处。而我相信他的眼光。二殿下至情至性，本宫倒是沾了岳西郡主的光了。不知二殿下与本宫合作有什么条件？我并不想与大理开战，以生灵涂炭来换取资源。我希望在你登基之后，能够开放北疆边城互贸，能让我北琼的子民在边城上和大理的子民享有同样的权利，不被驱赶。成交。我这边也会从萧旭入手，派人去查。所以，你为什么不开心啊？大佬的心思果然难猜。你从哪儿知道的这个消息啊？我，哎呀，别管这消息从哪来的，反正去查查就是了。查我肯定是会去查的，想在我宁家军中动手脚，怕还没那么容易。哎，不对呀，你今天从太子府赴宴回来的，一回来就告诉我这个消息，是太子吧？哎呦，我就知道你这个怕麻烦的懒鬼，上回在万寿宴上怎么那么维护人家？原来是瞧上人家了呀！的确是萧贤恒告诉我的，但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你都直呼人家名字了，不是这样是哪样啊？你在这瞎想什么呀？8字还没一撇呢。这8字都有了，那一撇还远吗？没想到我居然还有对不过老头子的一天。这太子啊，长得倒是不错，可就是这身体嘛，你不会嫁过去早早的就守寡吧？这是重点吗？
啊，不是，我要真的跟萧协和好了，您不应该考虑宁王府何去何从的问题吗？你管他身体好不好干嘛？什么何去何从啊？你要是真想嫁给太子，我宁王府就是你的后盾。宁王府忠君爱国，这储君也是君嘛。牛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哎呀，女大不中留啊！哎，什么留不留？我能留到天荒地老。你呀，也别有什么负担，小孩子家家的，你想能多干什么？你喜欢就去追，两情相悦了就在一起，天塌下来了有你老子顶着，用不着你个小姑娘家家的操心。哎，你现在肯告诉我，你们俩现在到哪一步了吗？您赶紧去查正事吧。再见。哎，你，这孩子，细作。我低眉顺目了这么多年，怕是有些人忘了本王这个亲王位是怎么来的了。那个偷你帕子的婢女，你打算怎么处置？他招了吗？你想的没错，是林玉带。那婢女的证词怕是没什么大用，萧旭怕是将陈芬那边打掉好了。萧旭还找我要这个婢女呢。他是要把这件事抹平啊？那你给他了吗？这不是等着郡主吩咐吗？少来，这么大点事儿也不能把林玉带怎样，给他算了。不过不能白给，他想要林玉带在这件事情上清清白白，总要付出点代价。对了，我抓到了萧旭安插在北疆军中的细作。这么快？他在押运粮草去北疆的时候，还没出城就被发现了。这速度，不愧是大佬。这么好奇，要不要一起审呢？我一起审？啊？说，还有哪些人收到了卧底的命令？你是岳西郡主。原来你竟和太子勾结在了一起。什么叫勾结？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呀？岳西郡主，你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什么人吗？他看起来温文尔雅，实则却是一个杀人狂魔、心狠歹毒的疯子。口出狂言！你知道吗？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太子府下，竟然还藏着一个暗牢。你真应该亲自去里面看一看，到底有什么。看来你不知道啊。好，我告诉你，里面都是太子藏匿的私囚，里面的犯人每天都在这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受尽百般折磨。你想想，我的琵琶骨都被他们给刺穿了，还有我的手指被他们一根一根的折断，就一根一根的接上。他们还用那薄如纸片般的刀，在我身上一刀又一刀的划着，还在伤口上面撒着盐。岳西郡主，你见过人皮吗？是真的人皮哦！就在昨天，你的太子殿下亲手将一个犯人活生生的剥下了皮，一大勺血淋淋的，还透着光。够了！也许还有更精彩的，我慢慢跟你讲。主子，送岳西郡主回府。是。
傻站着干什么呢？主子明明可以审完后再告诉郡主的，为什么要放那个细作出来，还要让那个细作告诉他这些？主子是故意的，为什么？他是想试探郡主。只可惜，但是我也是真心喜悦你。贺洛彻能如此直白地向他表达爱意，能用尽全力去争取，可我只能戴着面具，努力维持着世人眼中正常人的样子，小心翼翼地捂住那些阴暗，终于还是被厌弃了。好剑鞘的王君，陪本公公玩一玩吧。你还敢挣扎？放手！怎么，这主子不吃，你也不吃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你们一个两个的，得把自己饿死。主子故意让那个细作说出来，是想让郡主看见他真实的样子。也许他在赌，赌郡主一直都明白，赌他不会介意，但好像又赌输了。可是他从来都不是这副谦谦君子、温润如玉的样子。他之所以成为这样，不过是为了迎合世人的眼光而已。他曾被人凌虐，也凌虐过他人。他被人刺杀，也同样杀过人。后悔了吗？后悔选择太子府，跟着萧星恒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既是自己选定的路，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走吧，吃饭去。我前世今生加一起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死在面前，而且是以这种身首异处、惨烈血腥的方式。虽然这次萧星河杀人的时候也是为了救我，但也不至于站在我面前把人弄成那样吧。小姐，刚刚怀流过来说太子殿下今日事忙，让您不必过去了。这还是萧星恒第一次失约，不是吧？大佬不会是因为我上次直接跑路就跟我生气了吧？这也太小气了。算了，下次见面哄哄他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有一件事。噔噔，这个可是鹤楼公子送过来的。那，什么呀？特邀郡主再续，同游京城，遥此缘。愉快的周末又没了。我第一次见你，就是在这条街上。
那时我还不知道你的身份，但是当时我就觉得，这个女子眼光不错，一眼就知道我是被冤枉的。你当时看起来可怜兮兮的，很难不让人相信你啊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其实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心悦你了。虽然那时候不知道你的名字，也不知道你的身份。那你呢？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我第一次见你，放开，放开！我没有。我当时就觉得，这么俊俏的狼崽子就应该在草原上奔驰，被困在这京城中还要被人冤枉，真是委屈你了。我可不是什么狼崽子，我们北穷的儿郎，个个都是孤傲的狼。卖蚂蚱。哎，小姐，来个蚂蚱吧。我买了这个。哎，好。哎，郡主真客气，竟然给我买礼物。好。想不到郡主童心未泯，还喜欢这种小玩意儿。郡主，若无缘，这怕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吧？是啊，大理和北穷相隔千里。其实，我一直想问你，若你不是月溪郡主，不是宁王独女，若你们陛下让你联姻，你会选择嫁给我吗？会跟我回北穷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爱罢了。我不过是你年少时路过的一处风景，你可能现在会因为无法停留而感到伤心难过，但当你遇到对的那个人，你就会觉得还好自己当初没有停留，不然怎么看到今后更美的景色呢？这一切啊，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不会了，像你这样惊艳我人生的人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了。得君青睐，是我之幸。我以茶代酒，祝君往后鹏程万里，康健无忧。回去再摘，今日一别，千万珍重。虽然细琐的事儿已经从萧晴和那里听到了，但贺楼彻这份人情还真是欠下了。小姐，怀留在王府后门等您多时了。昨天不是说有事不用去太师府了吗？今天怎么又来接了？我也不太清楚，怀留侍卫只说是太子殿下吩咐的。哦，还顺带提了一嘴，太子殿下情况不太好。什么叫情况不太好？你怎么了？你来了。你熬了几天没睡？你跟贺龙彻单独出去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派人跟踪我？你找人跟着我干嘛？总不能是你吃醋了吧？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他问我要不要跟他回北穷。你要跟他私奔？你答应他了？
待在我身边，不好吗？不能一直陪着我吗？不要走，好不好？他这样看起来有点像发病的样子，虽然当时这副病娇的样子着实有点带感。好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直到不能再继续下去，好不好？好。这就是小心河啊，他狠戾无情是真的，对我百般纵容也是真的，他从不欺骗我什么，亏我以前只把他当制片人，看来我得好好想一想了。行了。昨晚的话还算数吗？啊？你不怕我了？我为什么要怕你啊？上次在地牢的时候，你推开我，难道不是因为当时你害怕我吗？拜托，我第一次见你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了，我还会被你吓到？那你为什么推开我？一句话都不跟我说就走了？大佬，你搞清楚啊！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什么血腥的女子，任何一个女子看到一个人死在自己面前，都会是这个反应的，好不好？大佬，哎，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恶心的我整整3天没有吃肉。我们打个商量好不好？下次你要再在我面前动手，能不能尽量伤口少一点，血也少一点，稍微照顾一下没见过世面的我。好，都听你的。不过我有点好奇，你是真将暗牢里面那个囚犯剥皮了吗？那个人本来是我手下，后来做任务的时候，知道了他竟然奸淫了不少少女，于是我亲手打断了他的双腿，断了他的双臂。原来如此，虽然残酷，但那个人罪有应得。你都问了我这么多问题，那我也要问问你。你真的喜欢贺楼车吗？就见了几面而已，谈不上喜欢吧。不过贺楼彻这个人倒是挺好的。难道不是因为身份的问题，所以你才没有跟他去北琼？我要说是，你怎么办？哎呀，我放着好好的郡主不当，去北琼受气做什么？他们那边虽然有大草原能骑马，但哪能有现在的荣华富贵啊？好大的醋味儿啊！是谁家的醋坛子打翻了呀？那，专门买来哄你的，别生气了。先是唐人，后是蚂蚱，还真把我当小孩哄了。谢谢，我收下了。贺楼彻有吗？这怎么还攀比上了？没有没有，就你有。哎呀，我也躺下睡觉。对了，你喜欢骑马吗？你会骑马吗？会骑，但是不精。问这干什么？真可惜。还想着过2天在狩猎会上，我还可以教你骑马。你初学骑马的样子一定很可爱。等等，皇家狩猎，除了描写男女主你侬我侬以外，好像还提到了太子于此。还有就是狩猎会不久之后，太子就因病昏逝了。啊，怎么办呀？这种玛丽苏小说
作者的专注点肯定也是男女主在狩猎时的情情爱爱。这太子遇刺的事太过潦草了。怎么说？这丫头，最近怎么神神叨叨的？狩猎之后就是太子下线，接着就是原男主上位的水剧情。啊，我总不能跟他说，喂，你马上就要死翘翘，长点心吧。谁死翘翘？你给我说清楚。啊，那个萧星红约我参加狩猎比赛，我不会，我感觉要给我们宁王府丢人了。原来是这样，你骨子里流的可是本王的血，上场狩猎那可是信手拈来。这你怕什么呀？可别怂，快去吧。快去吧。我去了。小姐，别的公子小姐都出去了，你也出去溜溜吧，熟悉一下环境吧。行吧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狩猎开始的时候，我会同太子殿下一起进去。若我1个时辰内没回来，不论什么原因，你就以收到我求救信号为由，让父王尽命令许我。小姐是出什么事了吗？也不一定，只是多一手准备罢了。记住，一定要让我父王多带些人手。我记住了，小姐小心。参见郡主。月儿今日真漂亮。谢谢殿下。月溪郡主这一出场，不知道多少儿郎要被勾了魂去。先前对我三皇兄痴心不改，现如今要用这一套勾引其他男人对他刮目相看，真是个草包。之前一直说心悦于我，转眼却态度大变，如今还如此招摇过市、招蜂引蝶，不知廉耻。他把我当什么？宁初曦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看你才是疯了。你可知鞭打皇室是什么罪？那你可知射杀当朝郡主是什么罪？郡主此言差矣，三殿下只是一时失手，无意冒犯郡主，何况郡主也毫发无伤。但郡主鞭打三殿下，却是故意为之。我来的方向可不是命令。三殿下要是这样都能失手射中我，那他的骑术本事怕是白学。既然三殿下是失手，那我怎么就不能是失手抽中了三殿下呢？你可是毫发无伤，我却被你伤了手臂。你当真以为父皇不会追究？什么？我受伤的头发就不是伤了？你这是强词夺理！这小白花真把自己当盘菜了，没看到四公主都学乖了，她还在那儿哆嗦。这是我跟三殿下的恩怨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是啊，这林玉带小姐姐还没进门，就一副三皇子内人的模样，要跟月溪郡主争辩。就算要讨个说法，要三皇子来吧。论身份，林玉带小姐姐确实还不够格。宁初曦，你欺人太甚！三殿下要是觉得我欺人太甚，不妨我喊上我的父王，我们一起去陛下面前好好说道一番。唉，常言道，小的争不过就去找老的解决问题。三皇帝，参见殿下。
你这一鞭子可是抽的解气，要不是怕理亏，我恨不得再抽上几遍。总会有机会的。那个金冠可贵了，忘了叫他赔。我赔给你。我以为你会怪我冲动行事。你记住，从今往后，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直接打回去便可。打不过的就来找我，不用管后果如何。宁王府能保护你，太子府也能为你撑腰。大冷又晒了。走。陛下，不好了，陛下！有话直说。陛下，三皇子和岳西郡主打起来了。三皇子射了岳西郡主一箭，但是没射中。然后岳西郡主给了三皇子一鞭，然后那个太子殿下不知道怎么了。下去吧。诺王。果然虎父无犬子，没想到闺女这么勇，不错不错。不对，小女顽劣伤了三皇子，还请陛下恕罪。委卿多虑了，原本就是小孩子之间的一些小矛盾，啊，何罪之有啊？谢陛下体谅，无需多礼，坐下。老狐狸，如何治罪？因为你闺女打了我儿子，我儿子还没打过。我怎么感觉你今天十分紧张？实不相瞒，我从今早开始就有不好的预感。就是你之前让我多做防备的预感。怎么了？看来你的预感还挺准确。虽然听你的话做了些防备，没想到对方的手笔还挺大，来的人比我想象的多。那怎么办？没事，我让怀流先送你回去。他们的目标是我，对蓝柱没有太大兴趣。你脑子有病啊！本来对方人就多，你还想分散人手把我送出去？别担心，你先出去搬救兵也是一样，留在这里不安全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现在不是一起有事的时候，我们只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才会更安全。我给过你机会，以后无论生死，都别想再离开我身边了。拜托大了，这么紧张的时候，你到底在笑什么呀？快点保护好郡主！是。这床上躺的可是宁王府唯一的郡主，被太子殿下挡了一剑的救命恩人。上次还见他诸多后，脚底里都换殿下美人，可见与殿下关系匪浅。幸好，伤势虽重，却只是虚惊一场。
这要是出个好歹，我怕是无颜……不对，没命面对太子殿下。小姐手里攥的这是什么？可否给本官瞧瞧？这不是……这是一种很少见的药材，既然是郡主获得，自然是归郡主所有。但该药材需尽快制作，才能保持药性不灭。本官可否先将药材取回，待制成后再交还郡主？说，郡主左胸口的剑石已经拔出，万幸的是这剑差了3分，没有命中要害，加上郡主身体一向康健，因此并未酿成大祸。那小女其他是否无恙了？会不会留下后遗症啊？郡主今晚有可能会发热，但只要明天一早温度能降下来，也就没什么大碍。后续只要注意调养，不会留下后遗症的。太子殿下，请回吧，让太医也给你瞧瞧伤势。今日多谢王爷大驾，本宫就先回去了，明日再来探望郡主。臣发现射中郡主的那支箭矢上虽然无毒，但却涂了一种复合的药汁。药汁？对，这种药汁是用各种草药研磨而成，对常人无害，但却会引发梦里醉的毒性。对手显然是有备而来，即使刺杀失败，只要殿下被这涂了药的剑伤到分毫，也会因梦里醉的毒性发作而死于非命。殿下，岳西郡主昏迷前，无意从那密林中的地上连根抓起了一株野花。臣再三确认，发现竟是我们一直学而不得的引言花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是拔出您身上梦里醉毒性所需要的最后一味药引。只是这最后一丝余毒最为顽固，贫道虽有法一试，但却少了一味草药。究竟是什么奇珍异宝，竟让大师都未曾寻到？引言花不仅稀有，还极难寻觅。这种草药虽然对生长环境不苛刻，但实在长得太过普通。不开花时与路边野草无异，开花后虽能辨认，但又和野花太过相像。最重要的是，引言花花期不定，只有在开花时采摘，才能保持药性。知道了，我会派人留意。至于找不找得到，按大师的话说，还得看天意。命定之人嘛。主子，陛下召见。阎王，朕很好奇啊。太子遇刺一事，众人皆不知。宁王是从何而知啊？还带了那么多护卫前去救人，莫非这是巧合？哎呀，不瞒陛下呀，这可不是什么巧合。微臣收到了希尔宁王府独有的信号，以为希尔有难，才带人去救希尔，没想到一并救下了太子殿下来。哦，郡主为了救太子，舍身挡剑。这般情谊，朕和太子都会铭记于心。哎呀，陛下言重了，太子殿下乃是我国的储君，关乎着我们国家的根本呐。希尔只是做了每一个大理子民应该做的事情罢了。郡主和宁王府都立了大功，但是爱卿已经是封无可封了，朕都不知道该如何赏赐你了。臣呢就不要什么赏赐了。但是臣呢，想替希尔讨一个恩典。若是等希尔醒来，他要有什么心愿，再向陛下讨这个恩典了。朕允了。天子一诺，可比什么爵位实用多了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太子有伤在身，不必多礼。谢父皇。太子伤势如何？可严重吗？谢父皇关心。多亏了宁王相助，儿臣无甚大碍。这次幸得宁王的机敏，这才救了太子，其功甚大呀！哎呀，陛下言重了。太子遇刺一事，姿势体大，对凶手可有线索呀？陈捕的那些黑衣人呐，全都服毒自尽了，没有留下一个活口啊。可是，爱卿但说无妨。可是从为首的黑衣人身上搜到了这个。啊，这是三皇。
此等行刺之事，定是有人想要栽赃陷害儿臣。太子，你怎么看？儿臣相信三皇帝是被人冤枉的，这凶手不仅想行刺儿臣，还想让儿臣与三皇帝兄弟相残，扰乱我朝朝纲，还请父皇明察。陛下，这群行刺的黑衣人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辨别身份的信息，被俘后更是全部服毒自尽，身上却独留这块令牌，的确蹊跷，望陛下明察。太子遇刺一案，交由大理寺与御史台联合侦办，务必捉拿凶手，以正视听。多谢父皇。都下去吧，太子留下。儿臣告退。微臣告退。现在只有你我二人，你老实跟朕讲，这事儿是不是你一个人做的？父皇不信儿臣。岳西郡主现在还昏迷不醒，若不是他舍命相救，想必现在躺在那里的便是儿臣。儿臣的确妒忌过三皇帝得宠，但也犯不着拿性命去诬陷他，还连累了岳西郡主。是不是儿臣就应该生死一乡，不该回来，徒惹这许多是非？你胡说！朕只是随口一问，哪有不信任你的？遇刺一事让你受委屈了，朕一定还你一个公道。谢父皇，儿臣相信父皇，但是儿臣还有个不情之请。讲。岳西郡主对儿臣有救命之恩，如今还尚未脱险。若是她有任何的损伤，儿臣想求取岳西郡主以报恩情，还请父皇恩准。此事容后再议吧。是。只是一眼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不再鲜艳，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时间再爱一遍，像化作风。初见他时，我只觉得他的气息能让我安定。他的一颦一笑能让我感到愉悦。与他相处时，我仿佛觉得如同寻常人一般，十分自在。我这一生都在被放弃，被父皇放弃，被母后放弃，被真公公府放弃。我早就习惯在关键时刻作为一个牺牲品被人放弃。原来我也可以是不被放弃，是可以被人坚定选择的。
喵的，早知道中间这么痛，说什么我都不会冲上前去的。小姐，太好了，您终于醒了！哎，温度也降下来了啊！我没事，太好了，奴婢啊，现在就去告诉王爷啊！小美，郡主体温已经正常，伤口也没有发炎，已经脱离了危险。今后只要好好养伤，待伤口痊愈，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小兔崽子，你出息了是吧？多给人当奸了，你还要不要命了？老头子，我错了，下次不敢了。你还敢有下次？你就那么喜欢萧星恒那小子，喜欢的连命都不要了？我喜欢萧星恒有这么明显吗？都替人挡箭了，人还没有搞到手。干什么？我们宁王府的郡主可不比那小家碧玉，学什么暗恋呢、奉献呢？你喜欢了就上，搞到手再说嘛。我们刚刚讨论的好像不是这个吧？不是老头子，你在说什么？那是太子，当朝太子搞到手，听起来怎么这么惊悚呢？太子怎么了？你还配不上一个太子了？就是，就好像还挺有道理的哈。不行，好好养伤，这事儿交给为夫替你操心。啊？搞定太子容易，搞定陛下可不简单呐。这事儿啊，我还得好好琢磨琢磨。哎，老头子。哎，小美，太子那边什么情况？你那次之后，陛下召集了大臣们，结果发现，事情大概就是这样。那些刺客虽已都服毒自尽，不过王爷还是从一名刺客身上搜到了三皇子府的令牌。看来这次刺杀，里面的水浑得很呢。对了，太子殿下昨夜可是热乎守卫，来小姐这里整整守了一夜，这剑没白打。美梦，你怎么进来了？翻墙进来的。啊？妹子，宁王府的护卫都是摆设吗？大白天的有人翻墙进来都不知道。小美呢？那丫头又被你收买了。你这婢女还挺机灵，挺有眼力劲儿的。一个两个都不走寻常。怎么了？毕竟是第一次坠入爱河嘛，人家着实没有什么经验。是吗？哎呀，你还没谢我呢。多谢月溪郡主救敏贞，想生无义母吧？唯有，其实我没有帮你挡这一剑，你肯定也不会有事的。这救命针倒是严重了。那可不行，这可是实打实的救命针。如今你也知道，我并非身患宿疾，而是中毒了吧？月溪郡主昏迷前，无意从密林中的地上连根抓起了一株野花，发现竟是我们一直寻而不得的隐颜花。哇，这是神之手吧？不过这人如何知晓你中毒之事啊？这不摆明了你那边出了内鬼吗？那你觉得这一次刺杀我的是萧雪？
讲真，要不是知道这场刺杀是真的，我都怀疑是你做的。你猜对了，那这一件刺杀是真的，令牌却是我放的。都被你急岔气了，疼死我！扯到伤口了，看看。我没事，我开玩笑的，我已经好了，真的。好。不过你什么时候放的？怀留在姐姐暗中的弓箭手时，放在一个为首的弓箭手身上。萧旭现在被直接怀疑成幕后凶手，令牌遗落在现场，其他人也难免会怀疑是否有人在栽赃嫁祸。是你将令牌留下来的。你为何总是不信我？本宫只是不相信任何人罢了。哇，高，实在是高！这刺杀还真有可能是萧旭干的呢。你说的这一件，必须让幕后之人付出代价。这话说的，跟个终极大反派似的。不过这世纪大乱斗的时候，反派们也都顾不上我了吧？我怎么觉得你心情好像挺不错？知道幕后凶手当然高兴了。不过你是有多招人恨啊？那两人居然不约而同的都想取你性命。所以，要多谢月溪郡主，若不是你舍命相救，恐怕我已经命断魂销一次。好说好说。萧星河，他这么关注我，其实终归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的吧。不是说威园不是皇家重大活动不开园了吗？威园本就是我的私人之地，你想来的话，随时都可以。你今天怎么想带我来这里啊？怎么？你可以跟河洛彻逛街，就不能同我一起逛威园？你这话说的不至于哈。这大佬怎么又攀比上了？太子殿下，是不是有话想对我说？行。表哥，雀月见过表哥。想必这位就是月溪郡主了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这微园是赏花的好去处，我想表哥定不会辜负此美景，便想偷偷来试试运气，看能不能偶遇表哥。果然，我今天运气不错。是吗？听闻郡主在秋寿时曾救下表哥的性命，今日一见，郡主果然乃倾国之资。雀月在此谢过郡主对表哥的救命之恩。我救下萧星河，要他一个表妹谢什么谢？敢问小姐贵姓啊？忘了向郡主介绍，我姓白，名雀月，是殿下的表妹。叔公怜我自幼丧父，便将我接来郑国公府教养。原来如此，我看你能随意进出太子私园，还以为小姐姓萧呢。郡主说笑了。
主子。我先出去，你在这里等我。郡主是想当太子妃吗？与你何干？郡主可知表哥温润的面庞下狠毒的心肠吗？唉，他刀起刀落的样子，我都快看习惯了。看来郡主知道，我这表哥身体虽弱，但心怀远大抱负。郡主怎知他现在待你如此温柔，不是为了你父王30万的兵权吗？兵权？表哥早晚是问鼎天下之人，郡主若是想着他能一心对你像现在一样，那郡主可就是痴人说梦了。这皇室的爱情就像这些花，虽然绝美，但终将落入泥土，最终腐败成泥。届时，表哥手握兵权，昔日的感情也将冷淡，而宫里的人也会越来越多。郡主觉得，你除了宁王府的支持，还有什么？可我至少还有宁王府的兵权作为依靠。白小姐有什么？郑国公府这一带没有女孩。我自9岁起被叔公接来府上教养，一直以来就是为了以后当表哥的正妻所存在。表哥回来后，叔公一直想修复跟表哥的关系。表哥娶了我，就可以得到郑国公府的全力支持，是吗？我先知郡主救了表哥一命，表哥也有益于郡主，我甘愿将这正室之位让出。郡主也知道，表哥今后可能不止你一人，与其让那些不知深浅的女子得利，不如让我成为白家和表哥之间的羁绊。相信我。我会帮你扫除一切你不能出手的障碍，成为你坐稳正宫后位的绝佳助力。谢过白小姐的好意，不过我不太需要。我都不与你争这正室之位了，难道你还想一生一世一双人不成？我不像你，我呢不为别人而活。他若天子君若无情，我便休。你疯了！这样看来，你是真的容不下我。那这正室之位还是换我来做吧。怎么？心儿，表哥，表哥！萧星河，你这都什么烂头发？扭到了？脚。没事，我们马上恢复。你什么烂头发，真的是！嘴里读了什么？萧星河，你混蛋！我混蛋。这里疼吗？疼。这里呢？不疼。只是脚踝关节错位，没有骨折。旧伤未愈，又添新伤。哎，都怪你！怪我，不该留你一个人在那儿的。是不是白雀月跟你说了什么？你那个好表妹，不知道从哪听来的消息，以为我们俩家要联姻，估摸着是想清除我这个障碍。怪我活得太久，碍你们的眼。我知道白雀月是郑国公的人，可我好歹也是个郡主，不是？这面子，我宁王府肯定是要找回来的。别说我不给你面子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。而且你记着，在我这儿，没有人比你更重要。郑国公没有，郑国公府也没有。这话听着，怎么这么像告白来着？轻点儿。疼
你安插在太子府的所有眼线，我已经全部处理了。之前一个不动，是看在舅舅的面子上，但是你不该将我的行程告诉白雀玉，还给了他不应该有的妄想。你就是这么跟你外祖父说话的？正是因为你是我的外祖父，我还能站在这里跟你说话。翅膀硬了是吧？为了个女子，深更半夜来质问你的外祖父？恕我直言，他可比你重要多了。岳西郡主背后有宁王府支持，又救了你一命，我不反对你娶她。但雀月本是白家为你准备的正妻，从小悉心教养，最适合你不过。现下因岳西郡主虽然不能成为正室，但你将她一并纳了便是。本宫的婚事，外祖父怕是做不了主。都是为了你好，已经顺了你的意，你还要如何？为了我好，为了我好，送我去刘国。为了我好，对我不闻不问。究竟是为了我好，还是为了你自己？为了郑国公府好？说到底，你还是怨我当年送你去刘国为质，可我从不后悔当年的决定。那时的镇国公府没有了兵权，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。是，牺牲一个外甥，减淡了圣上对你的猜忌，换来了镇国公府多年的安稳。这确实是一笔不错的交易。可是，母后的死，你也不后悔吗？你母后太过柔弱，她不适合那个尔虞我诈的地方。她不适合，别忘了是你亲手将她送到那个吃人的地方。你还是在怨我。稍时阳光，但现在我不怨了。如果你害怕我因此报复郑国公府，那你大可放心，只要你郑国公府安分守己，看在母后和舅舅的面子上，您最在乎的那些东西不会改变，郑国公府也会荣光不倒。但是其他的东西你就别想了。白家不会再出一个皇后，皇室也不可能再出一个白家血脉的孩子。你别妄想了。表哥，表哥，你是不是跟叔公说了什么？是不是岳西郡主说了什么？我没有，表哥，我真的没有。你不该挑衅他的。表哥，我从9岁的时候就知道将来要嫁给你，这些年我也一直为可以做好你的妻子而努力。我听叔公说你要去岳西郡主，我没有想要跟他争什么，我可以不要名分的。在我这里，至始至终都只有他一个人。燕姐姐，哎，嬷嬷，我听人说太子把魏源封人10里都给封了，还扬言往后只对你一人开放，是真的假的？哼，好你个木木，借着探病的幌子来挖料的吧？宁姐姐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们京城往事距离萧冠还差点火候。还差多少火候啊？就差你和太子。那你问吧。你喜欢太子殿下吗？你这一上来就整送命题啊！哎呀，我的好姐姐，求求你了，说嘛，能说嘛说嘛。哎呀，萧星恒跟我不一样，
他是储君，今后更是天子。普通人尚且对三妻四妾习以为常，更何况久居高位的太子啊？那也不影响你喜欢他呀。那我也不想因为所谓的爱情，将后半生都葬送在争宠夺利的后宫中，再深的感情也会被消磨干净的。我就是条咸鱼，没什么理想抱负，每天呢就想吃吃喝喝，逍遥度日，快意一生。可是萧心恒却是我计划外的，令我无法抗拒的意外。哎呀，好烦呐！谈个恋爱怎么这么烦？大半夜叹什么气？哎，真是个塑料闺蜜。这大半夜的，你来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你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？一会儿可能会有点疼，你忍着点。啊？萧敬恒，你疯了！还疼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疼！我轻一点。这几天胸口不要沾水，免得伤口发炎。这是什么话？鸢尾花。鸢尾？所以你大半夜过来，就是强制给我纹了一朵鸢尾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鸢尾的含义吗？我怎么知道？这是你为我留下的疤，我不希望它在你身上留下丑陋的印记，所以我帮你改了一下。你清高里完美主义，你在我身上搞了个刺青，你咋不在自己身上也搞一个呢？鸢尾，寓意至死不渝的爱和俗世的情人，此生不负，来世不忘。他是他命定的爱人。发了，之前的小段被我。白娟月的事情，我很抱歉，不会有下次了。提他干嘛呀？好好的心情又被破坏了。还有，不要想太多。在我这儿，你是最重要的。结局如何，走下去就知道了。半路纠结，不过是徒增烦恼。萧星航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呀？怎么突然这么问？不是我想知道的啊，是木木想知道。是他想知道。
你闭嘴！静安公主，我刚刚进出关你容忘了。论相貌，你不过姿色平平；论德行，显然德行有亏。你不过是降国庶公主，是谁给你的勇气，有胆子对我国储君指指点点？你照照镜子，你配吗？啊，没了，就这。就像原本你被人误会，一点也不难过，突然有人帮你解释，才会觉得委屈。这时候，你就想告诉全世界，你看，其实有人知道，你没有错。萧星豪，你永远胜过别人，至少在我这儿。别太骄傲，还是有很多缺点的。我缺点很多吗？嗯，多啊，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。那优点呢？像太阳一样少。那你为什么喜欢我？因为太阳一出来，星星就都没了。所以，希儿，你也喜欢我，对吗？这题超纲了，下次了。慧苦大师说，明日这个解药便可以做出来。明日，那我陪你去啊。好。你别看我，看星星。你看，你是最亮的北斗七星。你看星星。这慧苦大师跟萧星恒进去已经有3个时辰了，怎么还没有动静啊？不是说拔出余毒的时候，比毒发的时候还疼吗？怎么萧星恒连一声声音都没有啊？郡主不要太担心了。自萧星恒中毒以来，慧苦大师研究这毒已经7年了。7年？这世上除了刘国皇室，也就是他最有把握解这梦里罪了。你是说他这7年来毒发的时候，都像今天一样吭都不吭一声？他15岁时第一次解毒，那时候他整个人疼得发抖，身上的汗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，也是没有喊一声疼，没有掉一滴泪。也许在他心里有比这更阔的事吧。原来在那些我所不知道的日子里，萧星恒的成长如此艰难。他用坚韧从痛苦的泥泞中开出最艳丽的花，才让我看到了今天这般灼灼耀目的模样。原本觉得萧星恒是我的气息能让他安定这种事很扯，但如今我无比庆幸能为他带去一点点的平静，能让他短暂的从这种痛苦中抽离。白雀月的事让郡主受委屈了。世子多虑了，他是他，镇国公府是镇国公府。郡主大度，白雀月我已经为他安排了一门婚事，几日前他已经被送往冀州出嫁了。镇国公没有意见吗？父亲老了，没有精力操持这些后辈的婚事。这是镇国公府欠张姐的，也是镇国公府欠他的。其实父亲已经许了你和月溪郡主的婚事，白雀月既然犯了错，那你大可以从白家的旁支随便挑一个姑娘纳了，安他老人家的心。想来月溪郡主也能够理解。不会有别人了。你要想好，此生路长，你又必定身居高位，此时的欢喜不一定能够携手到老。你看，
明明满天繁星，而我却一直身处在黑暗中。是他来到我身边，我才得以看到所有的繁星，看到这世界的美好。他从来都不是选择，他是唯一。我不知道你俩现在是什么情况，也不知道你们今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。我只希望，无论结局如何，你都能待他好一些，再好一些。疼吗？疼吗？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过了。疼啊，疼吗？痛。没事，以后小心点。来。从那以后，便再没有人关心过我疼不疼。吃块桂花糕吧，这甜甜的就不疼了。你知道吗？我15岁回国那年，特别想吃桂花糕。父皇，怎么每次奖励都是桂花糕？我都吃腻了。你呀，那个时候没有吃到，此后就再也没有吃过了。没关系，即使没有陛下的教导，你现在的字一样是方圆兼备，风骨天成。就像你少时没吃到的桂花糕，现在就躺在你的手心里。甜吗？甜。我从不遗憾少时那块求而不得的桂花糕，但你给我的这块，却是我一生中梦寐以求的甜。贫道不负所托，殿下梦里醉的余毒已完全拔除干净了，只是这隐阳花药性之大，尚需泡药浴方可散尽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之前郡主问过贫道的问题，不知道郡主找到答案了吗？这既定的命运有可能会被改变吗？萧星河还活着，这不就是最好的答案了吗？当时大师让我随心而为，现下我也是寻到答案了。娘娘，可消气了？消气？你还有脸来见我？什么事值得娘娘这么生气？你可知，萧星恒的毒已经解了？知道，所以我来了。你的人就是这么办事的？刺杀萧星恒没死，还让他毒解了？还是说，你早就存了投诚之心，想拿我做你的投名状？你知道的，
我永远不会背叛你。永远，这是多么可笑的词啊！你记着，你的命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，你拿什么跟我谈永远？你不敢！父亲，有我在，更何况这盘棋还没有走到死局。就算是死了，我也能重新将它盘活。你连刺杀萧星恒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到，你还能做什么？娘娘，都交给我吧。你只需要看着，好戏登台，等着坐上你该坐的位置。深宫诡谲，皇室无情，我所做的一切，都只不过是为了自保，能在这后宫中有一份依靠。小寒，我如今能相信的只有你了，你不能背叛我。一把刀，永远都不会背叛它的主人。我是你亲手锻造的利刃，我若失主，便天诛地灭，死无全尸。那好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弄疼你了？只要是你给的，疼与爱，痛与恨，我都甘之如饴。那现在呢？疼吗？疼就对了。记住了，我的心比你疼10000倍。今晚萧星恒毒性散去之时，也是他最虚弱的时候。届时，我定会让娘娘看一出好戏。你们干什么？这是岳西郡主的私堂，你们还想硬闯不成？三殿下救出了刺客，有人看到刺客往这边来，我们也只是奉命搜查。郡主还在里面，说了不让进，就是不让进。萧星恒现在是关键时期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出什么乱子。三殿下，那刺客刚刚赶到本宫处行刺，未必就不敢挟持岳西郡主。进殿检查也是为了确认郡主的安全。况且，如今父皇也在这云泉宫中，若是放走了刺客，威胁到圣驾安危，你们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？不管那刺客有没有进入云泉殿，只要三皇子带人闯入，那宁初曦的声誉必然受损。到那时，为了宁初曦的声誉，父皇和宁王也必会将宁初曦嫁给三皇兄。好一个一石二鸟！萧雪，你今日敢踏进这玉泉殿半步，我整个宁王府必与你势不两立！还愣着干什么？万一郡主是在里面被刺客胁迫，才被迫这么说的呢？闪开！三殿下这样怕是不妥，若是损害了郡主的清誉，您手下的这些侍卫们怕是担不起宁王的怒火。啊，一时情急，末将失礼，还望殿下勿怪。白将军，郡主在里面要是生命受到威胁，若是出了什么差错，白将军可担得起这个责任？他承担不起，本王承担得起。本王倒要看看，为了引渡幕后的刺客，谁敢毁我女儿的清誉？宁王，
不妨找个熟悉的婢女或是嬷嬷一块儿进去，这样既能确保郡主的安危，也算是尽到了捉拿刺客的职责。好你个小雪，心眼子真多。郡主，奴婢带着嬷嬷进来了。小姐，奴婢带着嬷嬷进来了。嬷嬷可要仔细看看，别最后又怀疑我窝藏刺客，我可担不起这罪名。郡主说笑了。嬷嬷可检查清楚了，我这店里可藏了刺客？回郡主，奴婢检查好了，确实无人。那就赶紧出去向你主子汇报，省得在这惹我心烦。是。一会儿把我换洗的衣裳拿来，这些人这会儿搞得我也没有了泡汤的兴致。是。如何？回殿下，奴婢仔细检查了外殿与内殿，均无他人，只有郡主一人在殿中。王爷放心，郡主一切安好。三殿下现在既不用担心小女的安危，也不用担心小女窝藏刺客了吧？这回放心了吧？宁王，严重了。向星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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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郡主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既然你没事了，外面的人都走了，你还不起来，留下来看我换衣服吗？也不是不可以。之前郡主对我甚明相交，如今又帮我解了生死之劫数，如此恩情，无以为报。不如
意嫁给我？只我一人吗？小心好，我不喜欢费心费力的猜来猜去，做了决定又执意后悔，举棋不定。我与其他女子不同，我不在乎什么所谓矜持或羞于启齿。此刻，我只想知道你的答案。只你一人，永生不变。没有弱水三千，从来都只有你。我从不信什么永远，人都是善变的。我这一路走来，连血脉亲情都不尽信，但唯独你，我愿意去相信世人口中那些所谓的永恒不变。可我又害怕，我害怕天长地久，你总有一天会感到厌倦我。我想用力抓紧你，却又怕伤了你。别怕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总会奔向你。听闻昨日云泉宫进了刺客，险些毁了郡主的清誉啊！臣怎么不知道此事呢？行了，朕也不跟你绕弯子了。郡主的婚事，爱卿作何打算呢？臣自是以希儿的喜好为主，但若问臣的打算，臣倒是希望希儿能嫁给一个普通的富贵之家，就算地位低一点儿也无妨。这样微臣可以护她不受欺负吗？爱卿爱女之心，真是令人动容啊！朕观岳西郡主灵秀大方，朕甚是喜爱，也不知道朕这些儿子当中有没有她中意的。殿下们若是能看上希儿，那是希儿的福气呀。你觉得老三怎么样？三殿下文武双全，甚是良配。不过不知怎么着与希儿不太对付啊。那太子如何？太子芝兰玉树，可是，爱卿，但说无妨。臣说这些话可是冒犯了天威啊！尽恕老臣爱女心切。上次希儿无意间替太子殿下挡了一剑，他虽不说，但臣知道，小女心悦于殿下。但是殿下一直身体虚弱，臣担心，臣恐怕小女以后孤苦无依，臣有罪，臣有罪呀！看样子是岳西郡主本人喜欢太子，但这老狐狸又担心太子走妖，因此不太放心呢。你说父皇真的会准太子娶了宁初曦？在父皇眼中，镇国公府跟太子是真不和还是假不和，我们尚未可知。但如今太子弑若已是事实，宁王府和镇国公府，一个驻守北疆，一个驻守西域。如果岳西郡主加入太子府后，便可以拿太子牵制宁王府，三方势力制衡，何乐而不为？爱卿，你只是尽了一个父亲的职责，何罪之有啊？谢陛下体谅，老臣只是说了一些心里话。但若陛下替希儿旨，不管是谁，都是我们宁王府的无上荣耀啊！这老狐狸，怕不是算准了朕不敢乱点这鸳鸯谱，看来今日这棋又白下了。所以你们已经……嘘，我跟他清白的很。不过这云泉宫可不比私宅，人多眼杂。既然这三皇子知道宁姐你在，为何还是一副要强闯进来的样子？难不成他
他想毁你清誉，复仇渔翁之利。我就知道我的闺蜜没有一个废的。那我们这样，哇，这么大！正所谓风浪越大，鱼越肥。谁说的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号外号外，贵圈风云录加更了，进爆款，大家快来看呐！来，号外号外，大家来看，贵圈风云录加更了，大家快来看呐！号外号外。小姐，你真的太神了，谣言真的愈演愈烈，现在五花八门，说什么的都有，上热搜了。怎么说？是这样的，今日苏小姐在贵圈私塾发布了她的新话本，洋洋洒洒数十万字，分析了京城贵人圈里不为人知的暗心往事。就是，现在那些人几乎都被牵扯进去了。搞这么大，估计某些人要坐不住了。希儿的身子可痊愈了？谢娘娘关心，已经都好全了。希儿马上年过18了吧，也到了该成亲的年纪，对未来夫婿可有什么心仪人选呀？我其实已心悦一人，不过不好意思跟娘娘讲，但我父王知晓后已是同意了。啊，不知哪位少年郎能得希儿青睐呀？哎呀，娘娘别问了，希儿这姑娘家的就要多挑挑，多看看，总是没有坏处的。再说了，我家旭儿也不差嘛，希儿多考虑考虑。娘娘还不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大家都说他们二人已经是私定终身了。没有的事儿，希儿从哪里听说的？可外面的小姐们都这么说。哎，这希儿啊，千万不要听外面的胡言乱语。这林家只不过是一个庶女，即便是旭儿看得上她，也不过是一个儒人，无需介怀的。看来小白花在孙贵妃这儿混得不行啊。哎呀，本宫最近事务有些繁杂，有些累了，那咱们改日再聊。是。你那个林家庶女，你要是实在喜欢，成亲后纳了便是，你非要弄得人尽皆知吗？真定初曦是什么身份，你知？北疆传来了战报，北琼果然出兵了。哼，这些宵小，到了好好收拾收拾他们的时候了。为父不在的时候啊，你要万事小心。我在府中给你留了府兵，别怕得罪人，该用就用。若是遇到了什么难处，就交给太子去搞定。若是这小子也搞不定，你就忍忍，等为父过来给你做主。老头子，你就别操心我了。战场凶险，你自己要注意安全。我还指望你平平安安的从战场回来替我撑腰呢。你就放心吧，你父王可是朝廷的猛将，等着我凯旋而归吧。小美啊，再过2个月就是年关了，咱们府的年货该置办起来了，衣服也该做起来了。小姐，不用这么破费的，咱们府上下人的衣服每季都有新做的呀。好了，老头不在，我这第一次当家，咱们这年一定得过漂亮了啊！听我的。还真是晦气，哪哪都有这小白花。想来不久后，我就有幸叫郡主一声姐姐了。哼，笑话，你我既非姐妹，又非密友，你哪来的资格叫我姐姐？哼，等到郡主入主三皇子府，我可不就是有幸能唤郡主一声姐姐了？你瞎说什么疯话呢？宁初曦，别怪我太狠毒，是你挡了我的路。快来人啊！有坏人劫走了郡主，也许郡主被劫走了。
郡主，我想拦没拦住。来人！你们几人给我将这宇昌阁围住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你们带人给我全城搜，人不够就回王府调动所有府兵，城外也不能放过。还有，派个腿脚最快的去通知太子府。是。这场绑架，看样子是早有预谋。我现在浑身无力，动一下手指都难，更别提呼救了。车中是何人？阿爸，回官爷，这车中是我买来的媳妇儿。林玉带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这准备拖到乱坟岗给他埋了。官爷，这恶疾会传染，可得小心啊！他一发病就抽搐，许是碰到了香棍。官爷，让我看看。赶紧走，真晦气！谢谢官爷。谢谢官爷，谢谢官爷。若是到了荒郊野岭，可就真的难逃了。京城各处眼线遍布，他们藏匿不了人，他们不敢在城内逗留太久，带人去城外搜。是。你速度点啊，我还等着呢。知道了，你把我帮这娘们细品那肉呢，我先替你验货。快点啊！好。好了，你别费劲了。这麻筋伞可以要到10几匹壮马，更别说你这样的小娘子，叫啊，叫不出来了。一会儿啊，还有你哭的时候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没事了。你来了。我们回家。等等，你的剑能不能借我用用？去吧，别怕。
小的也是被人收买，小的以为只是普通的商家小姐，小的如果知道您是郡主的话，打死小的也不敢啊！郡主饶命！郡主饶命！郡主放过我！郡主放过我！郡主放过我吧！郡主放过我吧！睡吧，睡醒了，和孟江也去了。我说过的，你身后不仅有宁王府，还有我。就是这双手，今天第一次杀了人。不久前，我还以为萧协恒当着我的面杀人，而拖了几天，现在却已经可以自己动手将人杀死，我还真是长进了呀。醒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怕你醒过来想见我，却见不到我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我没事。还好太医说只是皮外伤，并无大碍。害怕吗？你知道吗？那把剑落下的时候，我的2只手都在抖。我当时一直看着你，你没有抖，你很果决，也很勇敢。可是，为什么我觉得我的手现在还在抖？你看，我握住它，它就不会抖了。你不用担心，我没事，我只是一时无法适应。我能有什么事？难不成你还怕我自杀？林玉丹想通过这种方式逼死我，他可太天真了。我不会死的，萧协恒。我从来不是什么贞洁烈女，贞操对我来说一文不值。就算当时我被人侮辱了，我也不会寻死觅活。没有什么比我的命更重要。所以你看清楚，我就是这么自私。我不会觉得被人轻薄或者失真就觉得对不起你。我从来不觉得这是我的错。若你心存芥蒂，你就……林主席，林主席，你给我听着，如果你受到任何伤害，一定是因为我无能，是因为我没有好好保护你。你说的没错，在任何情况、任何时候，你的性命都是最重要的。只要你可以平安的回来，其他的都无所谓。林主席，你要记得，我爱你，不需要任何理由，也不需要任何的条件。只是一眼，于是人间，山海万千，不再相恋。我们在不知不觉间，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已经织面，花落之间，在爱里变。哭吧，没事的，我在。我当时都怕死了，动都动不了。你为什么来的这么晚？我以为我自己要玩完了。他妈的，林玉丹从哪找的这么
他，还好我藏了3次在手里。我亲手弄死了那个男的，我可太厉害了。亏了吧？有点，怎么了？羽长阁的人都处理了吗？幸亏郡主婢女当时将羽长阁封了起来，不让任何人进出。现下羽长阁内所有知晓郡主被掳的人，已经全部签字画押，登记造册。将林一代身边所有涉及此事的人全部灭口，事情给我办得干净一点。是，凡是与此事有牵连的人，我们一个都不会放过。那林一代他，这件事，只怕他希望自己亲自动手。给他喂下麻金散，关到暗楼里去。是。至于你，自己去刑房领罚。是卑职失职，卑职这就去刑房。你这是看了什么呀？我才能在这里看到你？玩忽职守，显出大错。你知道的，我行刑从不手下留情，除非……废话少说。这个傻子！不是我说你，你这顿鞭子挨的可真是一点都不冤。哎，你呀，虽然行事比我靠谱，但眼里却只有萧星河。明知道他对月溪郡主不一样，却还是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这100年，可真是一点水都没沾。好了，记忆受罚便是2清，以后别再犯就行了。疼不疼？没事。主宰。宁除夕从来都不是我的附属品，我希望你可以全心全意敬重他，守护他。林一代，你想怎么处置？我要弄死他，保我的2个人都没了，没人对质。我当时怎么没想着留一个呢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是他干的。可报官处理的话，我被掳的事不就都知道了？虽然我不在乎什么名声，可我不能如了他的意。明的不行，那就暗杀吧。也不知道老头子留给我的府兵够不够用。
必须要去抓这个小尾巴。老头尚在前线，如果现在弄死他，你的消息反弹，那不是给老头子添麻烦了吗？喂，我在这认真思考对策，你不帮我你还笑。其实不用那么麻烦，若你想取他性命，我让怀流他们去做就行。即使萧旭会怀疑，也不会留下证据。我就怕萧旭发疯乱咬你，毕竟是原书男主，还是要避免萧旭的主角光环给萧星河带来什么麻烦。我没事的，更不惧生死。萧星河，我只说一遍，我既然已经答应嫁给你了，你以后就是我的人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许受到任何伤害。我说不行就不行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我是你的。还有，我跟林玉带之间的恩怨，我自己解决，你不许插手。不然我就没有那么想让他死了。好。让人最痛苦的不是身体上的折磨，而是精神上的毁灭。他越想得到什么，我偏偏让他自以为快乐成功的时候全部失去。林一代最在乎的是什么？在乎他和萧旭的感情，在乎爬上高位掩饰出身的自卑，在乎他淑女才女的名声。那就让他最在乎的一一破灭在他眼前。若是他现在死了，倒成了萧旭心里的白月光了。我偏偏要让他跟萧旭反目成仇，让他刚爬上高位就跌入尘埃，让他声名狼藉，被人耻于提起。按你的意思来。你觉不觉得我们俩现在像画本里密谋阴谋诡计的大反派？瞎说，我觉得我们像画本里珠联璧合战胜反派的主人公。那你不觉得我恶毒啊？不，我觉得你很可爱。京城知名才女林玉带离奇失踪，究竟是采花大盗重出江湖，还是闺中小姐为爱私奔？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哼，姐姐，你比我标题党多了。我这京城第一八卦号应该退位让贤。少贫嘴，能不能抢？姐姐交代的事肯定漂漂亮亮的完成了。号外号外！京城才女林玉带离奇失踪，给你，究竟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号外号外！来，号外号外！京城日报每日关注，号外号外！听说前几天城里闹了大盗，要我看呢，这林家才女就是被采花大盗掳走了。哎呀，真是可惜了这么一个黄花大闺女啊！可我怎么听说是林家小姐与人私奔，她为告复命与人私定终身了呢？说起来还真有可能是，之前不就传着林家小姐早就心有所属吗？而且这里可是京城，谁敢在天子脚下接人？对啊，是啊。这是谁呀？怎么躺在这儿啊？这不是林家那个才女吗？林玉带，怎么了这是？她的呀，好像丢了清白啊。没有，我没有。看什么看？都给我滚开！滚！都给我滚开！林玉带总想着做人群中的焦点，声名鹊起也好，身败名裂也好，他不都得偿所愿了吗？下一步，通知萧旭接人吧。薛哥哥，玉儿，你这几天都去哪儿了？外面都在传你。薛哥哥，我没有，外面那些传言都是假的，我真的没有。好了，不哭了。既然你说外面传的都是假的，那你告诉我，这几日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总不能告诉他我绑架您出西后被人老薛暗牢的事吧？不想说，便不说吧。
徐哥哥，我真的没有。虽然我已经什么都记不清楚了，但是我的身体我自己知。你今天说有事找我，可我陪你在这坐了1刻钟，到底有什么事，让你这么难以启齿啊？一木，旭儿想求你向父皇请一道圣旨，替旭儿赐婚。怎么，旭儿这是想通了，想娶那月系郡主了？不是宁初曦，不是宁初曦，不是宁初曦是谁？难道是那林家庶女？那个林玉带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你对她这么死心塌地？一木，旭儿与他已经有了夫妻之实。什么？所以旭儿必须得娶她。你还真是饥不择食，什么糟糠都吃得下。她林玉带不过是区区一个庶女，如今变成了上不了台面的货色，你怎么下得去口啊？娶她，你就不用想了。别说是本宫不同意，如果被你父皇知道了，你这辈子都与那个位置无缘了。可是一木，旭儿与他若是不娶的话，他存心报复，旭儿怕。说到这个，我还想问问你呢，你明知道他德行有亏，已经不可能入皇室，你为何还要与他苟合？还是说，你们早在之前就已经同床共枕？一木，是旭儿鬼迷心窍，可是如今木已成舟，旭儿必须要给他个交代。他前些天因为这件事情，已经被林父赶出了家门。旭儿实在是不忍他流落街头。你不是说他爱你爱得非你不可吗？那还在乎什么名分？他这样德行有亏，心思歹毒，做一个外室都算抬举他了，还想登堂入室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本宫给你1天时间把这件事处理好，若是捅到你父皇呢，本宫也帮不了你。旭儿知道了。玉儿，最近我政务繁忙，我们暂时不要见面了。哎，她就是那个失踪了好几天，然后衣不蔽体被扔在大街上的林府小姐。你失了清白了，秀娜还好意思来找三皇子，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货色，还想着飞上枝头当凤凰，当初还小姐没事吧？西郡主抢风头，一个庶女而已，仗着三皇子的宠爱和郡主就来，也不知道哪来的胆。宠爱，现在三皇子躲着她呢，一直不急，还夸自己是那个金小姬。
小姐。消息遭人算计，也算吞了哑巴亏，遭此报应。对这个结果，你可还满意？还行吧。而在我看来，还不够。眼看他高楼起，眼看他楼塌了，还挺有戏剧性的。所有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买单。他这个结果，也是自己选的。秋霜寒凉，老夫人身染风寒，缠绵病榻，念及远游亲眷，心中郁结，盼希儿归家，以解亲人思念。我离开1周时，祖母还精神矍铄，怎么会久病不愈了呢？王爷他最是疼我，我必须回去看看。也会1周。我父王尚在前线，这时候本不该多事，但老太太病危，我父王又不在，此去1周，担心途中生变，这不是来找我的未婚夫婿帮忙了吗？我担心宁王府的兵人手不够，要不将太子府的侍卫带上，充当王府的人。还有宁老太太患疾，我身边常用的太医医术精湛，你把它带上，还有各种药材，一并带上，我让人都给你准备好。还有，你身边没有贴身侍卫，我让怀辽跟着你一起去1周。怀辽跟我，你身边没人怎么办？不用担心我，我能自保。要不我生病，我陪你一起。别闹，现在正是京城各方势力蠢蠢欲动的时候。可是，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些，可若是争不了权，夺不了势，即使此刻你陪着我，往后也是护不住我的。好吧，都听你的。你放心，这回我肯定处处小心，绝不让自己身陷险境。萧星恒，你都装了什么呀？我是去探病，又不是举家搬迁。多带点总是没错的，这些都是珍贵的药材。虽然我不知道宁老太太情况如何，但总有一样可以用得上吧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私意，若遇到什么事情，你可以带着它去找宜州刺史赵康玉。宜州刺史可是地方3品大员，宜州最高的行政长官，居然是你的人。你忘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？还有这个，送给你。鸢尾花的手镯，帮我戴上。好看。一只手镯可不够，准备好聘礼，等我回来。好。祖母，我回来了。祖母，祖母，好，好，我的希儿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祖母就是此刻去了，也心安了。祖母，你胡说什么？你还要长命百岁，健健康康的看我成婚呢。对了，我的希儿有对象了，定亲了，是太子，孙女马上就要成为太子妃了，祖母高兴了吧？高兴是高兴，可对方是天皇贵胄，以后我的希儿要被欺负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希儿，希儿不哭。都说生死有命，祖母不难过，你也不难过了啊！祖母，太爷，太爷。
回禀郡主，宁老太太得的是风寒，好在不是肺痨，应该是风邪入体，因年纪大了痊愈的慢，再加上治疗不当，炎症累积，才拖成了现在这样。可能治疗？可以的，只是所需药材珍贵。好在咱们来1周前，殿下为您准备了大量药材，正好可以用上。只是宁老太太年岁高了，这病恢复得慢，急不得。能治就好。哎，臣这就去准备。祖母，你听到了吗？您的病能治，以后可千万别再说这些丧气话了，要配合太医好好治病。好，不说了，都听我希儿的。多亏了希儿带来的太医和药材，不然母亲的病不知何时能好。该三叔好好谢谢你才是。三叔见外了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父亲尚在前线，宁家全靠三叔一人撑着，这些都是侄女儿应该做的。哎，我听闻圣上为你跟太子赐婚，也不知太子为人如何，你是否能跟他相处得来啊？希儿，这婚事可是你自愿的呀。啊，真正的亲不会在意你为他们带来荣耀积蓄，只会关心你是否过得如意。三叔二姑姑别担心，太子殿下清风朗月，待我更是极好。这次为祖母带来的药材和太医都是殿下准备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谈恋爱可真愁人啊！山远天高烟水寒，相思枫叶淡。这些话，萧星河应该会懂吧？小姐，您的点心。哎，管家。哎，外面怎么这么多哭闹声啊？我这几天看到好多人家都在办丧事。最近城中死了许多人吗？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入冬的原因，城中好多老人都患了风寒，都挨不住了。按理说今年冬天还没有去年冷，但这1个月陆陆续续走了好多老人。都是在这1个月里？是，就是这1个月，连那个棺材铺的生意都好了很多。哎，小姐，您是觉得哪里不对吗？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难道是我想多了？你这都生病了，怎么还在打扫啊？谢郡主关心，只是奴婢是负责花园洒扫的，其余负责的姐妹也都染上了风寒，奴婢担心无人值守，这才让在这打扫的。你带我去你们的住处看看。这么多人都染病了，府上郎中就没来看看吗？回郡主，府上郎中来瞧了，说是普通风寒，也都给开了药，可有痊愈的。说来奇怪，好似还真没有痊愈的。不过大家都只是咳嗽，并没有其他什么毛病。因为怕影响主子，所以我们染病的也都没敢往内院去。今日实在是没有人手了，奴婢才带兵。没有别的症状，只是一直在咳嗽。小美，去吩咐外面所有的人都远离这个院子。华流，去找些侍卫，将宁府暂时封了，让他们远远守着，不许任何人出去。我这就去。哎，你别出去，就待在这儿，想办法传令出去就是了。是。叫外面的人去把徐太医喊来，顺便再通知三叔和二姑姑。明白。哎，别进来！希儿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快出来！对啊，我怀疑这里的人得了疫症。疫症？还请太医做好万全准备后，再进来为众人接诊。是，臣这就去准备。有劳了。希儿，这当真是疫症吗？瘟疫向来令人谈之色变，若真是疫症，那可就不单是宁府的事情了。还不确定，我也希望是虚惊一场，但结果可能会不尽如人意。三叔，还请您将宁府立刻封闭，将所有的下人都盘查一遍，将染病的和未染病的人全部单独隔开。内院也要盘查，特别是松鹤院，我担心祖母的病。你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做，我这就去。可是希儿你，以防万一，我也需要一同被隔离。这怎么行啊？我怎么向大哥交代？三叔别担心，有徐太医在呢，现在控制住疫症才是最要紧的。行，我这就去。走。
你猜的没错，经过下官反复确认，确实是癔症。具体是什么情况？最先咳嗽的是东院里负责外出采买的小厮出现了咳嗽，后来与他同屋的小厮也都相继出现了咳嗽的症状，而且最先染病的那几个小厮已经开始出现了发热的症状。下官用了各种风寒常用的降温方法，但是都没效果。也就是说，这癔症的症状是先咳嗽，再发热。是。那祖母一直咳嗽，会不会也是？郡主请放心，宁老太太虽然也有咳疾，但是肺病，脉象也跟这些患了癔症的人不同。她没事就……这些患了癔症的人看似风邪入体，但他们的脉象要更沉一些。之前郎中开的风寒用药也是没有半点效果。那知道癔症是怎么传染的吗？我们这些人是否也会患上癔症？这些人都是在接触了有咳嗽症状的人之后3天才出现了症状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观察3天，没有出现咳嗽症状的，均是没染上的。是的，郡主在这儿已经待了3天没有症状，所以郡主已经平安无事了。宁府应该没有新增的感染者了吧？没有，幸亏郡主当机立断，及时封住了小院，所以疫情才得以控制，没有在宁府传播下去。此癔症没有在宁府传播下去，不代表没有在益州传染开来。可是明明已经传播1月有余，为什么城中一点防疫措施都没有？郡主，这可使不得郡主。徐太医，还请您劳心费力，尽快找出治疗之法。这益州城的百姓，就靠您了。郡主请放心，下官定当竭尽全力。我不是爱管闲事的人，但此刻我必须做些什么。殿下，益州传来消息，说是发生了瘟疫，圣上已经秘密下旨封城，现下正召集各位大臣殿前商议。郡主到。不知岳西郡主到访，下官有失远迎。赵大人多礼，倒是我突然来访，惊扰了大人。啊，哪里，郡主客气了。此次到访是因瘟疫一事。不瞒郡主，下官收到宁家消息的当天，已经找大夫确认了瘟疫一事，当即将此事上报朝廷。只是益州路远，还未收到上面的旨意。可现下百姓仍聚集在一起，瘟疫只会传染得更严重。可益州地处江南腹地，并无多少士兵镇守。若是百姓知晓瘟疫，一旦发生暴动，我们根本就压不住。可赵大人知不知道，不止益州，若是在等旨意的期间，让瘟疫流传出了城，危害到了其他州县，只怕不只是百姓暴动这么简单了。殿下说过，见此章如见他本人，只是不知赵大人还认不认这章子。本以为岳西郡主不过是太子殿下联姻的选择，没想到殿下信任他至此，连私章都交给了他。请郡主吩咐，下官定听命行事。当务之急是请大人封锁益州城门，避免瘟疫流传出去。郡主，这话说晚了。下官刚刚收到消息，益州城门已经从外面封闭，现在的益州无人能出。这么快？京城到益州，不论是一差800里加急，还是飞鸽传书，最快都要10日才能送达。封城的消息今日就到了，说明最起码10日之前，京城就收到了益州瘟疫的消息。而那个时候，益州的丧尸变多，不过刚刚出现了一点苗头。这究竟是有人未卜先知，还是说这场瘟疫本就是一场阴谋？其他几个都送过来了。
人，城中百姓不知从何处得知有瘟疫，现在全部聚集在隔离点，闹着要出城。守城士兵喊着要将他们格杀勿论，我们快拦不住了。哎，臣以为益州人口数10万，一旦因为疫情引发暴乱，3成的城卫军怕是也难以抵挡，还请圣上调兵提前镇压防范。臣以为瘟疫自古死者10有8九，此乃天灾，非人力所能治愈。避免瘟疫扩散，增加死伤，应死守益州，不许任何人出城。益州地处江南腹地，商贸发达，耕地众多，更有人口数10万。若是弃城，不仅尸横遍野，此后益州耕地无人种，商贸无人理，对我朝更是损失惨重。关键时刻就应该壮士断腕，虽然代价有点大，但却能保附近其他州县百姓安危。再说了，如今益州瘟疫横行，如此天灾，又有谁敢进城援助？谁说没有人的？圣上如此英明，我倒要看看哪个居心不良的要弃了我宁王府的族地。臣不负所托，北琼以鸣金收兵，主帅撤离，只留了小部分人镇守边境，已无再战之意。此战我朝大获全胜。好，爱卿辛苦了，朕重重有赏。臣只是做了分内的事，此次回京，听闻益州疫情严重，心中难安，便匆匆赶来，未曾换甲，还望圣上恕罪。哎，无妨。爱卿担忧家人乃人之常情，何罪之有啊？既然爱卿回朝，那你对益州的疫情可有对策呀？回陛下，臣以为必须驻扎重兵防守，这样能防止疫情蔓延，防止百姓暴动。但是益州不可弃，若弃了益州，百姓人人自危，恐怕产生暴动啊。若益州可弃，其他城池皆可弃。若在此开了先河，如果疫情一旦泛滥，那我朝便救不了一人，守不住一城，此损失巨大。陛下，千万不能开这个口子呀！宁王说的轻巧，益州疫情泛滥如此严重，又有几个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城中救助？臣愿前往。哼，可光您一人可不行。若要派人，那便只能增兵。各军队均驻守边疆，所隔甚远，御林军守护皇上的安危，皆不可轻易调动。臣这次大胜归来，特准了北疆将士常年未归家的假，此刻已经在城外，臣尚未解散呢。带了多少人？5万人。你这是私自带兵入京？你耳朵是聋了吗？我只是准了将士们的假，让他们一同陪我回京，而且我为了急匆匆的面见陛下，所以才未将他们解散而已。哼！爱卿刚从前线回来，理应休养生息。目前益州的疫情尚未明了，爱卿实在是不可以以身涉险呐。哎，不如这样，另派他人领了你这5万精兵前去支援。爱卿，你看如何呀？儿臣愿带宁王前往。你是一国太子，怎可以身涉险呢？正因为儿臣是太子，所以应该以天下万民为己任。益州不仅有儿臣的爱人，还有我大理数10万臣民。也罢，将这5万军队交给太子，那宁王便无话可说了。既如此，着太子领5万精兵前往益州赈灾吧。儿臣领命。多亏殿下传书，我才带回这么多将士，不至于让益州成为一座孤城啊。还是多谢郡主。既然希儿这么看重你，那我有话就直说了。您请说。我在京城看住这些牛鬼蛇神，但是你要保证，从益州安安全全的把希儿带回来。您放心，我定以性命护之。郡主，虽然城门被封，但我有办法送你出去。你能送我1人出去，但能送一家那么多人出去吗？赵刺史，益州为何被封？城中瘟疫，还不让我们逃难，朝廷是放弃我们了吗？是啊，让我出去，我不要在城里等死！你们是要逼死我们吗？诸位，请听我一言，
是义正万义，是为了更多人的安全。朝廷的援助已经在路上，马上就到。现在，各位应配合官府，减少聚集，防止疫症传染更多人。你骗人！外面的兵说出城者杀无赦，你分明就是想困死我们，你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城中的高官世家早都跑光了，留下我们这些可怜的老百姓。你们这些大官分明就是罔顾人命！罔顾人命！本官还在城中，今日之前，根本无闲杂人等知晓瘟疫一事，说有人提前出城，根本是无稽之谈。赵大人的意思就是，你明知道禹州有瘟疫，故意瞒着我们这些老百姓喽。我看赵大人就是故意借着想留在这里的幌子，欺骗我们这些老百姓喽。那些有钱人都跑光了，放我们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今日带的人多吗？本来不多，但是属下刚刚从人群中看到了不少太子府的人，应该是殿下从京城派来的，刚进城就躲在这儿了。通知宁府所有的侍卫和府兵，要他们全部赶来城门，维护秩序。加上新来的人，应该能拦住这些百姓一时片刻，不让他们冲出城了。你能从人群中直接把他单拎出来吗？我看他面生不像益州人，也没在这次病源中见过。明白，郡主放心。我在萧旭府上见过你。不可能，你不可能会发现。大家不要被奸人怂恿蛊惑，速度离去，免得伤了自己。外面驻守的军队说，出城者杀无赦。你们不是想出去吗？我就帮他一把，看他能不能活着出城。赵刺史拦着你们，是怕你们自寻死路。你们以为你们人多，城外的士兵就拦不住你们吗？你们确定要拿命跟城外那些带刀带枪的士兵拼上一拼吗？那你说怎么办嘛？出城是死，留在这里也是死，那让我们怎么办嘛？是吧？是不是？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放我出去！谁说留在城内就是死啊？此疫症不是不治之症，太医和大夫们都在研究治疗之法。若你们出去后发病，试问又有哪个大夫敢接诊？又有哪个大夫能比城中的大夫更加知晓治愈之法？更何况朝廷的援助已经在路上了，未染病的人只要听从官府的安排，就不会被传染，也不会有性命之忧。你又是何人呢？你怎么能保证朝廷来的是援兵，而不是来困死我们的？就是，况且那些有钱人都跑了。就是啊，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。是啊。我乃宁王嫡女岳西郡主，更是皇太子妃。只要我还在城中，只要我的父王和未婚夫婿都还活着，就无人敢弃益州城。岳西郡主，真的假的？你见过岳西郡主？见过。郡主，你刚才也太厉害了，特别是您将那个挑拨离间的军人斩杀的时候，简直跟个杀伐果断的女将军一样神奇。说实话，刚刚那么多人盯着我，腿脚发软，头皮发麻。哎呀，还是像现在这样什么都不想才适合我。逼着一位社恐大庭广众之下演讲，简直不是人干的事儿吗？郡主，目前城中百姓们已经安顿好了，只是这城中药材极其紧缺，还有重症患者的治疗因为缺少人手，这都是大问题。徐太医，别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哎，那臣告退。这个不好。
我给他带了糖葫芦来。小春花昨夜病发，没能救得过来。郡主，都是下官无能，至今未能寻得治疗方法。好了，姐姐真漂亮。那姐姐下次来的时候啊，给你带糖葫芦吃，好不好？谢谢姐姐，真乖。若是这场令如此多无辜之人失去生命的瘟疫，不是天灾而是人祸，我定要让背后之人付出同等的代价。打听到了吗？我找到了金月来最先办丧事的10几户人家，居然有一大半都出自同一条巷子。同一条巷子？怎么这么巧？若这疫症真是人为制造的，那这巷子必定就是制造疫症的源头。你马上出发，挨家问一下，看看他们平常生活所需的物资的采买和用水都是哪里取得的。是。看来这场瘟疫的背后有更大的阴谋。敢问大娘，你们最近采水在什么地方？请问一下，你们最近采水都在什么地方？就在那个地方。郡主，打听到了，静安巷位于西市，大部分人采买物资都会去西市。静安巷的尽头有一口很大的水井，普通人家院子里没有水井的，都会去那里取水。水井？那去水井看看。这口井最近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吗？奇怪的事情？啊，对了，刚刚还有婆婆抱怨到，说之前不知道哪个泼皮无赖将不要的旧衣服扔进了井中，大家都骂了好久。旧衣服？去请徐太医过来，让他带人验验这口井。是。娘娘，宜州那边已经被宁初曦查到了。死了还是聋了？我要你们有何用啊？一群人斗不过一个小丫头片子，还有脸来进本宫？他还是杀了不就完了？这么简单的事还来问我？废！宁初曦背后有宁王，有太子，宜州刺史对他都是言听计从。我们的人在聚众的时候还被他抓了杀鸡儆猴，他身边还有一个身手不凡的护卫，想要下手恐怕很难。他在宜州待了那么久，竟然没染上疫病，还真是命大。他到宜州的时候，宁府里已经有人咳嗽、高热，但他反应太快了，迅速把众人隔离了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让不该说话的人统统给我闭嘴！是。郡主，附近所有的药商把药价翻了几10倍，再这样下去，整个王府掏空也无济于事。周围几个县呢？都一样。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。是啊。郡主小心！花柳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快把花柳扶进房间去。啊，是。得将宁府所有的侍卫和下人全部再筛查一遍，说不定还有其他的暗桩。太医，郡主，还好那一刀扎进去的位置不深，万幸避开了脏器，再加上治疗及时，怀柳已无生命之忧了。那这伤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？哎呀，
郡主放心，臣先开几副止血消炎的药来，后续慢慢调养即可痊愈。郡主，属下如何担得起郡主行此大礼？救命之恩等同在草，你如何担不起？郡主言重，保护郡主本就是我等的职责。可你是萧星恒的人，若不是拼命去保护我，本不用跟我一起进入蚁州，陷入险地。郡主不必自责，本就是怀留心怀愧疚。你对我有愧？之前郡主被林玉带陷害，我本奉命暗中保护郡主，当时我就带人守在了羽长阁之外，但是因为我的掉以轻心和疏忽大意，导致郡主被掳，险些酿成大祸。此事怀留难辞其咎。你是说此前萧星恒就让你暗中保护我？属下以命相护，是知道若是郡主出了事，主子不仅会疯，怕是最后也不会独活。属下冤屈，本不该跟您说这许多，但属下只是希望郡主不要因为属下受伤而心怀愧疚，也希望郡主千万要珍重自己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但无论如何，你救我的这份恩情也是实打实的。小姐，小姐，收到消息，殿下他们已经到城外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玉安堂出事了！许是这伙人知道自杀失败的消息，又得知朝廷援兵马上就到，因此想在这里不顾一切取我性命。若是一会儿刺客进了玉安堂，我会掩护郡主向前跑，郡主只管往城门附近跑，城卫军和主子应该马上就能赶到。玉安堂内全是老弱病患，若是这群刺客冲了进来，整个玉安堂都凶多吉少。郡主，不要想这么多了。郡主准备好，一会儿我让您跑，您就立即往前跑，千万不要回头。别动了，还不赶紧走！郡主，快跑！跑啊！跑快一点，跑快一点，跑得再快一点！怀留回玉安堂的人都还在等着我。跑快一点，跑得再快一点！怀留回玉安堂的人都还在等着我。希儿，萧星恒，玉安堂，快去救援！快点！所有人留下，保护郡主安全。是。这。一定要撑住！
殿下，这次瘟疫实有蹊跷，牵扯众多，殿下还需多加小心。还有，昨日我们刚查出疫病来源于水井投毒，今日便有人想要将太子妃置于死地。小星河。 只是一眼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不再鲜艳，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间再爱一遍，将化作风和你缠绵，走过了四海繁华，穿越了。 怀辽，怀辽没事，只受了点轻伤。玉安堂内众人也都无事。你先好好回宁府休息，后面的事情我会处理。 小姐，你这是要吓死我！我就一天没跟着你，你怎么又出事儿了？这段时间还真是多灾多难。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找个庙去拜一拜？您是该去拜拜，让佛祖保佑您呢，别再受伤了。这算什么伤啊？这是我跑脱溜后不小心在地上磕的，怀流那才是真受伤了。要不我去庙里拜一拜的时候，也顺带捎上怀流。幸亏太子殿下来得及时，要不然……是挺及时的，还挺帅的。 你说谁帅？我怀流的伤怎么样了？严重吗？你我这么久未见，结果开口就问其他男人的情况。大佬怎么谁的醋都吃？后来没事，只是受了点小伤，不用担心。那就好。你就没有其他的话想跟我说？ 你过来，再过来点儿。小星河，我好想你。我也是。 小星河，我好像知道什么叫一句话可以定人生死，一句话可以夺人性命的感觉了。那种情况下，以一人性命镇住场面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而且你杀的那个人也不是无辜的，你没有错。我以为你过几日才会到。我先率了3000骑兵过来，大部队还在路上，过几日就都到了。你亲自来了，那京城怎么办？无妨。 宁王已经先回京了，有他在，那些人不敢轻举妄动。这场瘟疫应该是萧旭主导的，但萧汉也参与进来了。的确，瘟疫不仅是冲着我来的，更像是冲着整个宁府和益州来的。若是宁府和益州出事，老头子在前线必然会受影响。若我再出事，跟萧星恒的婚事自然是告吹，老头子也很有可能跟萧星恒反目，可谓是一箭收掉。这种为达目的便草菅人命的手段，的确和萧旭想获取兵权。 便想折损15万将士的阴毒计划如出一辙。那萧汉又是怎么回事？我已经派人查过了，封城那日煽风点火剩下的2个人，与这2次刺杀你的刺客是同一拨人。你是说萧旭派的人传染瘟疫和挑拨闹事，而另一批人则是专门来刺杀我的？是。谈个恋爱好烦哦。后悔了？那倒是没有，
不过殿下的聘礼准备好了吗？娶本郡主可是很贵的。本宫以整个灵华宫为聘，不知够不够娶郡主？勉强够吧。那本宫还要多谢郡主下嫁。应该的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小姐不好了，府外被一群世家子包围了，他们叫嚷着要让小姐出面的。急什么？有大佬在，还轮不到我出面呢。安心躺平就是啦。我说李成，你脑子进水了吧你？竟敢来我宁王府闹事儿！你是不是忘了，我们家只是因为低调，所以才没在门上挂宁王府3个大字？哎，此言差矣，我们今天可不是来闹事儿的，不过是想求见岳西郡主，希望岳西郡主赐我们一些药草罢了。我呸！有你这样求药的？再说了，现在药草本就紧缺，凭什么给你们呢？就凭你们一个个一天只知道吃喝玩乐。哎呀，疫情发作时还要出门，封城之后像个缩头乌龟似的躲在家中，都不如人家寒门子弟，还知道出门帮忙。你别说的跟你们多高尚似的，太子运来的那些药草不全被你们垄断了？咱们都是世家，不能光你们吃肉，我们连口汤都捞不着吧？对呀，污蔑当朝郡主，可是等同诽谤皇室，轻则流刑，重则斩首。你可要想清楚了再说话。你少在这吓唬我，我们不过就是想见岳西郡主，求她手中的药救家中长辈而已，难道行孝道还错了？走。我的手，我的手！拜见太子殿下。哪来的狗东西，也敢找岳西郡主的麻烦？殿下饶命！小的只是因为家父患病，这才想向郡主求药，一点都没有为难郡主的意思。留你一命，是因为你是为了尽孝。如今所有的药材由官府统一配送，优先给玉安堂、道观、书院的患者使用，其他警患可及的人且等上些时日。朝廷派来的药材已经在路上，再过不久，人人都可以吃上药。若有单独需要提前用药者，不用来宁府，尽管来找本宫。可还有疑问？没有，那还不快滚！多谢太子殿下为宁府解围。职责所在，不用多谢。既来了宁府，就没有不拜见宁老夫人的道理。老夫人可还方便？来，请。马上就是年关了，殿下一个人身在益州，无亲无故的，若不介意，就在府上过节吧。是，祖母。祖母，怎么还没成亲呢，你就改口了？什么？祖母究竟跟你说了什么？秘密。不过我更好奇，你是怎么跟祖母保证的？祖母能让你还没过门就改口了？我答应了祖母，她担心的都不会发生。啊，对了，祖母还让我来府上过年。祖母还真把你当自己人了。早晚都是一家人。那我的家庭地位不是有威胁了？有你，才有家。主子，主子，你让我查了宫中10年前那场瘟疫和这次瘟疫的症状，果然如出一辙。10年前瘟疫，难道是小说中我还漏了什么重要信息吗？10年前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是瘟疫。卷宗记载，那17名宫女死前半个月，先是先后出现发热、咳嗽、高烧，再然后就是呼吸困难。这些病状跟如今益州城的瘟疫一模一样。主子，益州瘟疫，萧先锋已经查到我们了，只多10日，他便会带着证据回到京城。之前让你们查的事，查得怎么样了？的确如您所料，当年叶庭那场来势汹汹的瘟疫，与如今益州城内爆发的瘟疫症状一模一样。属下翻阅了当年记录叶庭瘟疫的卷宗，确定益州城瘟疫与当年叶庭的瘟疫的确同宗同源。所以10年前那场瘟疫也是人为，可是为什么？因为萧汉。对哦，萧汉的生母就是叶庭的宫女。那行，如果这背后之人与我猜测一致，那此事就非同一般。我必须马上回京一趟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
如果你觉得危险就不想带上我，那我就必须去。至少我在你身边，你才不会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。小汉，你今日又在玩什么新游戏？你怎么了？本宫知道，最近的计划多有不顺，但是那又怎样呢？我们已经等了这么多年，也不差这一刻。乙州瘟疫只不过是个引子，小心恒，他不会得意太久的。7年前，后宫掖庭17名宫女相继发病身亡，娘娘可还记得？据卷宗记载，那17名宫女死前半个月，先是出现了发热、头痛、高烧，甚至呼吸困难，这些症状与如今益州城所发瘟疫症状一模一样。而那瘟疫从何而来，娘娘与儿臣心知肚明。为何？贵妃娘娘，当年在掖庭之中，你想杀之人是谁？儿臣辗转反侧，彻夜难眠多日，左思右想，也只能是一个人。你是何时知晓的？从你小上宁出心灭口的那一晚。哟，这么早啊？那你为何现在才来问本宫啊？你想听什么？是不是想听我说我不忍、不愿、不信？的确，除了小心求证，我也曾试图说服我自己，这不过是巧合。可是贵妃娘娘，这益州城百姓的瘟疫，只能出自于娘娘之手，要我怎么能不信？为何杀我母亲？本宫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从前有位女子，因为家族趋炎附势，谄媚权贵，被当作族解雇宠的礼物送入宫中。她果然不负家族厚望，得了几月的恩宠，有了身孕。可防不住深宫重重，人心险恶，孩子没了。女子也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。后来，族己的孩子长大了，家族也从一开始寻求后宫顾宠，变成了储君之位的争夺。于是，便开始劝说女子收养深宫中的皇子为己所用。可拿捏人心不易，不能找后宫中有母族作为依靠的皇子，只有一无所有、深陷绝望的孩子，
才能被铸成最听话的刀。我需要你，绝不会让你有任何退路。所以杀了我的母亲，那是因为她该死。身为宫女，却有了皇子，即便是本宫不动手，她在这深宫也活不久。所以从一开始就是算计。你说过，你从来不相信任何人，但你竟相信我不会杀你，真是可笑。10年前，我以为你是我深渊里照进的一道光，可你却也是将我推进深渊之人。刘寒，别！你知道吗？从见到你的第一面，我就从未将你当过一幕。别怕，黄泉路上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等我。没想到，在我死之前，我还能见到你。你杀了他，他本就该死，难道不是吗？我帮你动手，免得脏了太子殿下的手。贵妃之罪，自有大理皇法处置他，轮不到你处决他。小心好，你知道吗？我恨那个造成我母亲一生苦难的男人。我恨所有明明跟我同一个父亲，人生却是天差地别的兄弟姐妹们。我恨这个宫中所有趋炎附势、美上欺下的人。我也想尝尝把人命捏在手里的滋味。有时候我还真挺羡慕你的，小星河。你虽与我一样，自小被抛弃，在刘国皇室受着与我一样的苦，回到宫里受到朝臣和圣上的冷落，可是你却比我幸运。你的母家门第显赫，权势滔天，还有宁昌熙的喜欢和宁王府的支持，而我什么都没有。就连我最爱、最信任的人，都是假的。小寒，别再执迷不悟了，你还可以回头的。回头？来不及了。从今往后，有我在，就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了。下辈子，我们干干净净的相遇。他们。
这是从北疆运来的剑毛草。剑毛草是什么？北疆人有用剑毛草煮水的习惯，他们认为剑毛水不仅能驱寒，还能辟邪，所以好些人在遇到没事时，便喜欢煮剑毛水沐浴，或者在严寒时用以驱寒。难道这就是治疗瘟疫的药？不好，我已经拿了一些给太医，让他给乙州病患的士兵先喝下了。参见太子殿下，郡主。下官将剑毛草熬成浓之后，喂给了垂危的几个病人，他们的烧已经开始往下降了。这剑毛有用啊！那这剑毛乙州可有足够的存量？说来惭愧，这剑毛产自北疆，多用来驱寒辟邪，并未被列入正统草药的范围，这才被下官等忽略了。因这剑毛多作为小众的生活百货售卖，所以存量并不多。无妨，我已经令人去将周围几城的存货先调到乙州急用，一会儿再去给其他几州去信，让大家一起帮忙，令朝廷亲力从北疆运送剑毛过来。这样，这疫情有了治疗方法，解封乙州不过是时间问题。既然这剑毛草出自北疆，看来孙贵妃这一次的计划，萧许也必然参与其中。是啊，就是他一直在勾结北疆的大皇子啊。太子和郡主给大伙发救命的药草了，大家快过来领啊！乡亲们，快过来领药草啊！谢谢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有救了！殿下，益州失败，太子昨夜赶回京城后，连夜进宫，宫中传出消息，贵妃和五皇子一起。太子见了萧汉，恐怕计划要提前了。是。陛下，该喝药了。朕命不久矣。陛下洪福齐天，龙体一定会很快痊愈的。这是老天爷对朕的惩罚。瘟疫是老天爷对朕的警示。朕逆天而为，注定有此一劫。瘟疫已经被太子殿下控制住了，太子殿下代陛下福泽万民，这也是陛下的功劳啊！太子，来，扶朕起来。陛下小心，陛下还是先把药喝了吧。朕要逆诏，朕要传位给太子。明日召集大臣觐见，朕要昭告天下，太子仁德可替朕福泽天下。是。今日是你们执行的最后一个任务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是。外面是什么声音啊？上！
不行吧？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外面到底什么声音？你闭眼干嘛？以为我要对你做什么？该睡觉了。然后，少年找到了属于他的鸢尾，守着他的话，永远幸福、快乐的生活。这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？有吗？分明是你拿我讲过的故事揉在一起瞎说的。好吧，被你看出来了。快睡吧。主子，宫内传来消息，陛下病重难医，恐年寿难永。萧旭是怕陛下突然薨逝，太子会名正言顺的继位，所以才迫不及待的动手。萧旭既然已经有所行动，怕是已经留有后手了。明日你要赴的，不是皇家前宴，而是一场鸿门宴。鸿门宴罢了，比起留国为质，不足为惧。明日恐怕会有一场恶战，太子府也难以幸免。华六，明日一早我离府之后，你便送郡主回宁王府，务必看到他进门之后再离开。主子，那你呢？只要他安然无恙，我便没有软肋，萧旭赢不了。明日我会带郑国公府的4兵在宫外接应，若宫门有异动，我便杀进去。怎么有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感？郡主，哎，怀辽，怀辽，萧星恒呢？怎么今天起来就没见着他？主子今日有事外出，特命属下留守府中。主子说，郡主自兖州回来，离家多日，想必会思念宁王。待郡主醒来，便让我护送您回宁王府。怎么突然要我回宁王府啊？华流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萧星恒到底在哪儿？太子殿下到！皇兄还是这般爱摆架子，吸引所有人的目光。儿臣来迟，参见父皇。事情的前因后果便是如此，所以主子一定得先护好您，才能心无旁骛地对付萧旭。华流，你帮我办件事。郡主尽管吩咐。本郡主今日要在威园大设宴席，宴请百官家眷，共赏威园盛景。主子这还在，您就开席不合适吧？你想什么呢？郡主放心，不算迟。看来父皇病重难愈，如今已经传遍朝野，诸位心里已经择好了明主，只是父皇还安然无恙坐在此处，诸位便如此迫不及待，莫非是想逼宫？皇兄此言差矣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他们不过是做了最正确的选择。父皇年迈病重，也不宜为朝政与百姓忧思，不如早些退位，颐养天年。好，
本宫作为太子，尚不能接下江山社稷的重担，三弟倒是比父皇和本宫还着急。无妨，皇兄如今也就只能逞逞嘴皮上的功夫了。父皇，儿臣认为太子名不符实，碌碌无为，难堪大用。今日结宴，儿臣恳请父皇废黜太子萧心恒，改立储君。李小姐，你怎么会在此？我也想问赵夫人，你怎么？郡主请柬上分明写了只请我一人，我的请柬上面也是这么写的。我的也是。郡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宴请之事，是本郡主欺骗了各位。今日请各位前来，是想借各位的命，解我夫君危困。郡主，您这是在说笑吗？我们这里这么多人，您是要把我们都杀了吗？赵夫人说的是，不过我今日可以杀了你，明日也可以杀了他，这样间错开来，既不会显得太慈悲，也不会显得太残忍。我们都知郡主仁慈，救了无数瘟疫的百姓，又怎会滥杀无辜呢？就是啊，很不巧，本郡主可知善变。平日里葬不了花，但今日葬得了你。若各位夫人好好配合的话，倒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。岂有此理！我今日就要出去，你能奈我何？我想你还没有搞清楚，我的意思是，今日无本郡主令，擅出威远者，就地诛杀。你敢？你可以试试，我敢不敢？诸位请放宽心，既然大家都是来赴宴的，本郡主定会保大家安全。至于多久能回府，相信不久后就会有结果了。小婿，谁给你的胆子啊？直呼太子的名讳？太子，父皇，您忘了，儿臣刚说了，废黜太子，改立储君。一国太子，岂是你说废就废，说立就立的？你可将朕放在眼里？你可有问过满朝的文武百官？文武百官？诸位大人，既然父皇都问了，那便请诸位来说说，这太子可不可废？陛下，太子自归国之后碌碌无为，毫无建树，又体弱多病，极易草药，不宜继承大统。赵夫人，赵大人不过从5品官，他的俸禄怕是难以支撑这账本上的流水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陛下，太子从小入刘国为质，只怕早已胸无大志，难当大任了。李大人这外交使臣做的倒是称职，与他国臣子的来往信件有数十封，卖国求荣，真是无辈楷模呀。陛下，太子长于刘国，难保不会包藏祸心，又从未学过治国之策。若是太子继位，大理100年基业，只怕要断送于此。明码标价，买卖官权，将一群胸无点墨的纨绔纳入朝堂。往小了说是贪财丧志，往大了说，杜大人这是想从内部瓦解，毁了我大理100年基业。我不知道。你们，朕竟养了一群有目无珠、目光短浅的酒囊饭袋。陛下，保重龙体。父皇，您看，为了让您高兴，儿臣让这满朝文武都同意了，您还有什么要求？太子碌碌无为，毫无建树。那一周的瘟疫是谁带兵前往？是谁查出瘟疫之源？又是谁寻到治疗之法？你们一个个只会喊着启程的时候，是谁有胆魄去救黎民百姓于危难之中？刘国为质，胸无大志，
若非太子出治刘国，你们还能有命活到现在？高官厚禄、朱门酒肉，都将你们的脑子堵住了。就算萧兴恒的确做了这2件事，可是那又如何？他除了会帮助宁初曦和宁王府，哪里比得上我？父皇，如今境况可由不得你说不了。你，陛下保重龙体，保重龙体啊！皇城内虽没有几万精兵，但也有数千羽林军。萧旭，你哪来的底气说出这种话？羽林军，萧兴恒，你不若试试，看看如今的羽林军究竟听谁的差遣。萧旭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想不到这多年的教导，竟养出一个野心勃勃、大逆不道的白眼狼。父皇，儿臣不叫野心勃勃，这叫雄心壮志。生在帝王之家，谁不想登上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？儿臣不过是比有些沽名钓誉的人更加坦诚，将这份雄心摆在明面上罢了。萧兴恒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你有什么可傲气的？我从小常于父皇身侧，受太傅教导，学治国理政之策，写济世为民之理。而你呢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刘国卑躬屈膝，养人鼻息，艰难求生，不得连狗都不如。萧兴恒，你一个为治归国、徒有其表的太子，凭什么与我争？就凭他的心胸和气度，凭他行事磊落光明，凭他临危受命带兵救益州，他就比你更当得起这大理郡主。父皇，如今惹怒儿臣，可不是明智之举。如今皇城内外皆是我的人，只待儿臣一声令下。父皇，您是想儿臣兵不血刃的继位，还是想血流成河的夺权？孽障！父皇，与皇兄这般仁心爱民，定不忍牵连宫内众多士兵与宫人的性命，不忍百姓流离受苦吧？是吗，萧旭？那你大可试试，一声令下之后，你还有没有那个命，活到你继承大统的那天？萧兴恒，我知道你不怕死，可是宁初曦呢？他怕死吗？你这么在意他，怎么就不知道把他藏好一些？你说他死的时候，会不会恨你？恨你以爱之名，将他卷入这场纷争之中。皇兄着急了，心疼了。不如这样吧，臣弟与皇兄做笔交易，倘若皇兄能劝父皇拟下诏书禅位于我，臣弟保证定将宁初曦完好无损的还给你，让你们双宿双飞，如何？参见陛下。殿下，郡主今日突然兴致，便在微园设宴，邀请群臣的家眷共赏微园盛景。因您一早出府，未能提前与您商议，擅自借用，特让属下来告知您一声。无妨，本宫的微园就是他的微园，他想什么时候用，想怎么用，随他心意。是。除此之外，郡主还让属下给各位大人带句话。今日若萧兴恒没有毫发无伤地出现在微园接我回家，那么整座微园的人都会与我一起为萧兴恒陪葬。这什么？这郡主怎可如此做呀？是就是啊！这报！宁王带领5万军兵逼向皇城。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宁王带领5万军兵逼向皇城。滚！这不可能！这绝不可能！这不是说宁王的兵还在关外吗？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将这个逆子给朕打入地牢，听候发落。退朝！这个如何是好？各位大人，你们可要想清楚，微园里还有各位大人的母亲、夫人、女儿，在微园等着你们去接他们。尔等宵小，勿以强权逼迫我等就范。天理昭昭，真相总有一日会大白天下，不愿以死明志。
小，哎，还有劲。既然他有如此心愿，那本宫就替他了了。史官也不用记其死谏，只记其乃叛军同党，冥顽不化，今日死于乾元殿，理由是伏诛即可。哎呀，太子如今行事果决，手段毒辣，再也不是那个温文尔雅的太子殿下了。朕知道你心里边一直恨朕，虽然你嘴上从来没有说过什么。自从母后走后，儿臣心里就不知道什么是恨了。朕已经拟诏将皇位传于你，但是朕希望你留你三弟一条命。他犯的可是谋逆之罪，可他毕竟是你的亲弟弟啊！父皇还是好好休息吧。三皇子萧绪现赤夺其亲王位，贬为庶人，流放冀州，终生不得回京。希儿，希儿，其实，在他们第一次有谋反之心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只是我一直在放任他们的联系。你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很坏，很自私？是挺坏的。那你会讨厌我吗？不会，我还挺喜欢你。萧信浩，你很好，自私也好，狠毒也罢，都是为了将幕后危害家国安宁之人一网打尽。你保护了你的父亲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子民，是无私，更是大爱。所以，不要怕。萧绪今日就将流放益州，且终身不得回京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将从这深宫中永远的离开。旭哥哥，玉儿来了，玉儿会和旭哥哥一起，不会让你孤单的。我昨夜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我与宁除夕订了婚，鸳鸯闭合，举案齐眉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宁除夕仍旧爱我如痴，而我借助宁王府的势力，仅仅用3年时间，便蚕食了部分北疆士兵。3年之后，在我的安排下，萧敬恒在秋猎之后不久，兵符交给你，也生重不治。日后好好爱护希儿。我在宁王的支持下，终于顺利登上了太子之位。再后来，我为了迎娶我最心爱的人，也为了除掉早已对我无用却时时压制我的宁王府，我默许你诬陷宁除夕与是个私通，放任被屠杀。果然，只要是旭儿送的酒，你永远都不会怀疑。叶幕，救我！旭儿，
为何要这么想不开啊？你为何要服毒自尽啊？只要你肯听从于我，这后位早晚都是你的。你为何要这么心急，做出这种傻事啊？不过今天，就算你死在这儿，也不会有人看见的。主席死后，宁王造反，我与毛润叛国之民将宁王斩于马下。在此后，又除掉了处处与我作对的萧汉之后，我终于顺利登上了皇位。封了我心爱之人为后。对不起。你真的爱过我吗？或许爱过吧。你能不能最后抱抱我？青色间，镜中人不曾知意。晚风远，一滴泪眼角微雨。余生有着你，相思不可及，像是一场梦不留痕迹。别否认，不要可曾经讯息。望来生，沧海浮萍朝夕。情字落入故里，弹成只一句，天涯追寻，久别意难平。是否经过世途笨拙的心，忘不了记忆，以为无情之人，心要是无力。去梦中的光阴，那梦中回忆，风起风雨好，多吃些吧。这样吃。慢点吃。知道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
是啊，您多吃点儿。要不我给你补点下吧。我的心儿终于找到好的归宿了。母亲，你就少操点心吧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大哥，太子这个女婿，您可还满意？我这个女婿文武双全，温文尔雅，希儿嫁给他是修了几辈子的福气了。是。希儿，你可要好好珍惜天定的缘分呐。来，我们干了此杯吧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那可不干凭着呢。食菜，食菜。你尝尝这个，尝尝这个。真好吃。太子殿下现在应该日理万机，怎么会有这种闲情雅致，做这种细枝末微的事儿？与希儿有关的一切事情，对我而言，都不是微末小事，我自然也要请你敬畏。我知道啦。哎呦，我宁王府都买不起一个新碟子装调料了，让太子殿下亲自的给我女儿挑香菜呀。行了，你又舍不得女儿了是吧？母亲呐，你不知道希儿在外面这3年我是怎么过的呀？你怎么过的？靠内耗过的呀。这么累，干嘛去啊？别去了，吃点吧。行，坐着吃。来，我敬你一个，干杯。为什么我觉得今晚有点不真实？喝多了吧你啊？应该没醉，毕竟我现在怀里抱的是真实的。小星豪，你看，天上有什么？有星星。星星发光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星。那地上有什么？有你。我也有你，小星豪。虽然你的过去我不能感同身受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我会是你的最佳听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